我叫王孝东，通过监控看见未婚妻林秋月和别的男人在床上翻滚，我愤怒的驾车往家追赶去，却在回家途中被一辆失控的重体迎面撞来。林秋月，韩宇煌。王孝东透过破碎淌血的车窗，不远处，林秋月撑伞站在韩宇煌的车旁，那张曾经让自己痴迷的脸，此刻只剩下冷漠。他正温柔地对着手机说着什么。宝贝，别担心，都处理干净了。恨，我好恨！若有来世，我王孝东定要你们这对狗男女一无所有，生不如死。你们在乎的一切，我都要亲手碾碎。无边的黑暗吞噬了最后一丝意识前，视线中是林秋月那张冰冷得意的脸，刺眼的灯光晃过王孝东的眼睛，他猛地抬手遮挡，心跳如鼓。眼前是喧闹的食堂，一个满脸痞气的男生韩宇煌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听说你是秋月的未婚夫？我重生了，韩宇煌，你这张脸化成灰我都认得，前世推我下地狱的帮凶。很好，地狱空荡荡，恶鬼回人间。这次轮到我当你们的阎王，我不是他们谣传的而已。哦，那秋月是我的了。我不管你以前和秋月什么关系，以后给我老实点。你的啦，喝蠢货。林秋月只是我复仇棋盘上第一颗要碾碎的棋子，现在动你太便宜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女人身败名裂，你的美梦一点点崩塌。请便。韩宇煌带着跟班扬长而去，王孝东冷冷注视着他的背影。享受吧，这是你们最后的好时光。林家的产业，你韩宇煌那点可怜的虚荣，我会一样连皮带骨全给你们撕下来。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你就这么让那个渣男接近林秋月？你见林秋月不愿意了吗？不是，不管林秋月愿不愿意，难道你就这么看着他往火坑里面跳？学校里谁都知道那韩宇煌是什么人，一个死渣男。打住，谁都知道那韩宇煌是个渣男，难道林秋月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林秋月本来就容易被人蛊惑？他是个成年人了，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的选择就是通向深渊的捷径，我乐见其成。跳吧，林秋月，跳得越深，摔得越惨。王孝东离开，龙潇潇一脸震惊，疯了！林秋月难道不是和你从小娃娃亲吗？那是大人们的陋习，现在是新时代，法律时代，糟粕要不得。娃娃亲，那是前世勒死我的绞索，这一世他只会是勒死林家的绳索。王孝东独自走向宿舍，脑海中闪过前世的画面，林秋月牵着韩宇煌的手，眼神决绝。我是个成年人了，我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宝贝。选择、判断，和好一个成年人的选择，把我送上黄泉路，就是你林秋月的判断。原谅、祝福，不，那太仁慈了。我要让你活着，清醒的活着，看着你在乎的一切，你的爱情，你的名声，你的家族，你的骄傲，在我面前一点点化为齑粉。我要让你跪在泥里，尝尽比死亡痛苦100倍的绝望，一无所有，不是求死不能。夜幕下，王孝东捏紧了双拳，眼中燃烧着冰冷刺骨的火焰。王孝东准备出门，林秋月怒气冲冲地拦住他。王孝东，你什么意思？又想阻拦我？你没病吧？什么意思？哟，这不是你那老情人吗？不是黄黄，你听我解释，我和他就没有半点关系，都是之前他造谣的。我造谣？林秋月，我告诉你，我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别像个苍蝇一样恶心老子。急不可耐的铁青，很好，这正是我要的。你越急着攀附韩宇煌这滩烂泥，陷得就越深，摔得就越假。王孝东发动汽车离开，后视镜里，林秋月笨拙地爬上韩宇煌的电瓶车后座。红绿灯前，韩宇煌故意将车停在王孝东车旁。挺巧，巧，是孽缘未尽，好好享受这破电瓶车吧。很快，你连这玩意儿都保不住。我们要去市区，要不你载我们一程？不顺路。王孝东摇上车窗，汽车驶离。林秋月脸色铁青，好戏很快就要拉开了。林秋月，你的幸福保质期快到了。王孝东坐在电脑前，手机震动，显示林母来电。他接起，听潇潇说你和秋月在吵架。没有啊，只是他谈恋爱了而已。谈恋爱？他不是一直在和你谈吗？和我谈？什么时候的事？他不会是拿我在当幌子吧？总之啊，阿姨，我和秋月就是普通朋友，对他不太了解。打掩护结束了，林家的保护伞我亲手给你们拆了。从今天起，你们就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吧。王孝东挂断电话，眼神冰冷如刀。第一步切割完成，林家的好日子到头了，也该让我的公司开始运转了。韩宇煌，你的精彩生活是时候公之于众了。王孝东拉开车门，林秋月便从树影中冲了出来，死死拦住他。王孝东，你给我站住！有事？我谈个恋爱你就跑去给我妈告状，窝囊废！林秋月，别在这儿演受害者，你跟谁谈恋爱都跟我无关。装什么大度？你要真不在意，会跑去闹得全家鸡犬不宁。要是我的恋爱黄了，我跟你没完。话音刚落，王孝东眼中寒光一闪，毫无征兆的反手狠狠甩出一记耳光。林秋月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打得一个踉跄，捂着脸颊，难以置信地僵在原地。整个宿舍楼前陷入一片死寂。再敢像苍蝇一样恶心我，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他不再看他一眼，径直转身，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宿舍楼。身后传来林秋月崩溃的哭嚎，声音响彻宁静的夜空。王孝东，你给我等着！王孝东靠坐在椅子上，
闭着眼疲惫地揉着眉心。桌上的手机像发了疯一样，屏幕持续亮起，疯狂地震动嗡鸣。林秋月的脸都肿了，是不是你干的？他自找的。你以前从来不动手打女人，现在装什么冷血无情？以前的我已经死了。王孝东手机屏幕还没按下去，楼下就传来了一声怒吼：“王晓东，给老子滚下来！敢动老子的女朋友，你他妈活腻了！今天老子不弄死你他妈！想清楚再动手。”东哥，我错了，东哥饶命！东哥，看在秋月的面子上，饶我这一回。我连他都打了，他在我这儿有什么面子？韩宇皇搂着一个烫着大波浪卷发的妖娆女人的腰肢走出来，那女人正亲昵地蹭着他的脖梗。怎么又要去陪那个傻白甜演戏了？宝贝儿，逢场作戏骗点钱花而已，你才是我真爱。车子从酒店门前疾驰而过。林秋月，这就是你不惜赌上一切去维护的真爱。漆黑的宿舍里，只有手机屏幕悠悠地亮着光，上面显示着整整30通未接来电，署名全是龙潇潇。真是执着的报警器。林秋月，他去君悦酒店找韩宇皇了，你到底管不管啊？与我无关。他要是真怀孕了，这辈子就完了，你知不知道？成年人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该清理垃圾了。他挂断第60个未接来电，将手机扔在桌上，他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屏幕跳出复杂的网络追踪界面。跳梁小丑，藏得够深，让我看看你是谁。刘三志，论坛版主。呵，韩宇皇的一条好狗。他侵入学校网络后台，调出刘三志的档案。档案照片上的刘三志眼神有些阴郁，手指关节粗大。冷冻库夜班，看来你在这儿了。龙潇潇说林秋月去了君悦，韩宇皇今晚也在那儿逍遥。刘三志，你发帖抹黑我，是想替主子韩宇皇转移视线，还是想讨好林秋月？不管哪种，都够蠢的。林秋月边走边低头，疯狂按着手机，显然在给韩宇皇发信息或打电话，但对方毫无回应。黄，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接电话？王孝东那个混蛋害得我看来扑了个空。韩宇皇正忙着在别处演戏呢，哪有空理你这条送上门的鱼？你的真爱。不要加倍！刘三志，要不起！你是谁？找我干嘛？校园论坛管理员，那个造谣我打林秋月的帖子 ，IP 地址指向这里，是你发的吗？你胡说！什么论坛？我不知道。你有证据吗？别污蔑人！证据？这够不够？需要我报警让网警来查查你电脑硬盘吗？或者让韩宇皇知道你这条办事不力的狗，不仅没咬到我，反而把自己暴露了。跟我出来！不想在这破地方丢了饭碗，甚至吃牢饭，就乖乖出来谈谈。徐依依、韩宇皇、林秋月、刘三志，你们的弱点都太明显了。现在该告诉我点我想知道的事情了。昏暗的城北顺达冷冻库停车场，一辆破旧货车厢内，刘三志双手被王孝东用麻绳反绑悬在角落。王孝东走进货箱，举着手机屏幕播放君悦酒店308房监控。韩宇皇左拥右抱刷开门，时间上周三22点30分闪烁。徐依依生日那晚，你搬动鱼到凌晨给她攒栗子钱，韩宇皇却在这张床上嫖到天亮。你冒雪送的蛋糕被他当垃圾丢进了酒店垃圾桶。合成的，我要报警。三志哥，依依姐割腕了，他说韩宇皇逼他吞堕胎药活不下去了。法律规定非亲属禁止签字，想收尸就去太平间排队。司法局公证的血缘关系，我是他表哥徐东，所有法律责任我扛。手术室设备损耗，血浆置换，专家特诊，全部画王氏集团公账。主治医生一听到王氏集团，顿时露出了讨好的笑意。王少，你放心，我们这就准备手术。2年前新生联谊会，韩宇皇往依依橙汁倒迷药，他现在又流产大出血，教务处逼他退学，我要让这畜生把牢底坐穿。带我干！想要跟我干，那就跟我走，这里我会让人处理好。韩少爷，不知这退学礼可还满意？林秋月就留够嫖1年，徐一当年送老子的假货早冲下水道了。他骗我，他说是避孕药，吃完就没事。他说我敢说出去，就让我退学，让我家人在城里待不下去。韩少出事了，快看论坛！谁他妈的是谁干的？刘三志，一定是那个乡巴佬刘三志，给我查，立刻马上！刘三志那个杂种现在在哪？他不可能有这些，他肯定在学校。翻遍所有机房，王八，给我把他揪出来，我要弄死他！哼，鱼上钩了，收网的动静不会小，准备好了吗？刘三志眼神决绝，握紧了拳头，重重点头。
刘三志，我操你祖宗！当年就该把你和那个贱货一起沉江喂鱼，给我砸，把他给我废了！来啦！啊，我操！韩少爷，火气不小啊！真巧，徐依依刚刚在手术台上清醒了那么一会儿，她只认得就是你给她下的药。王孝东，你阴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刺耳警笛骤响，楼下清晰传来，里面的人放下武器。韩大少，省点力气，你再看看这是什么？不可能，这他妈是假的！王孝东，你伪造！韩少，报告是不是真的？让警察和法官去查。不过现在全世界都相信他是真的了，你猜你爸还保不保得住你？警察全部不许动，手抱头蹲下。刘三志目睹一切，眼中复仇快意燃烧，但在看到王孝东冰冷的脸和手机屏幕时，又充满了惊惧和敬畏。警官，我是王孝东，我配合调查。这位刘同学是证人，也是受害者，他需要保护。感谢配合，后续有需要再联系，你们可以走了。王总，徐小姐情况稳定，医生确认无大碍，已安排 VIP 病房静养。王孝东微微颔首，目光扫过略显局促但眼神坚定的刘三志。跟我回公司。是，东哥。王孝东，你这个下作恶心的贱人，是你，一定是你搞的鬼！把黄黄放出来，立刻，马上！你以为你赢了？你陷害黄黄，你这个阴险小人，快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不然我林家不会放过你，王家也别想好过。走。王孝东，我恨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黄黄。孝东，我知道秋月她咎由自取，韩宇皇的事她活该，但是秋月怀孕了。王孝东端起茶杯，眼神毫无波澜，仿佛听到的是无关紧要的天气预报。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丑闻，你和他之间还有那层娃娃亲的绑定。那又如何？那又如何？现在他未婚先孕，怀的还是韩宇皇的孩子，你让王林两家的脸往哪搁？这会让两家几十年的关系彻底破裂，会成为整个上流社会的笑柄。这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吗？孝东，算我求你，哪怕先把这事压下去，或者让林秋月把孩子处理掉，不能让他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龙潇潇，我再说最后一遍，林秋月的任何选择、任何后果，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理应承担的责任，与我无关。我与林秋月现在、未来都不会有任何关系，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至于那所谓的娃娃亲，是旧时代的糟粕，是两家长辈酒后的戏言，他作废了。从今往后，谁再提，就是与我王孝东为敌。最后，我王孝东更不可能，也不会接受一个怀过别人孩子，尤其还是韩宇皇那种垃圾种的女人。他林秋月不配。龙潇潇被王孝东最后一句毫不留情的不配震得脸色煞白，浑身发冷，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人。你怎么能这么冷酷？下周就是我奶奶80大寿，龙家便请宾朋。如果那个时候林秋月怀孕的消息，或者韩家、林家的丑闻彻底爆出来，搅了寿宴，你让龙家的脸面？那是你龙家的事。提醒你一句，离林秋月远点，你好自为之。王孝东风尘仆仆现身，气质冷峻，眉宇带一丝疲惫，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就在这时，坐在龙老太君身边的王孝东猛地起身，在满场惊愕注视下，他扬起手：孽障，看看你做的好事儿，我们王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不快给林家道歉！王孝东沉默不语。就在这时，林秋月从一旁冲了出来，他手中紧攥几张放大照片，扑通一声跪在龙老太君面前。老太君，求您为我做主啊！老太君，老太君，各位叔伯长辈，你们都看看，这就是王孝东，我的未婚夫。他背着我有了这件人无小可，他不仅出轨，他还有暴力倾向，这就是他打的。就因为我和朋友正常交往，他就要打死我。这样一个出轨、暴力、冷血无情的畜生，我林秋月死也不要嫁。老太君，求您看在两家情分，当众做主，解除这荒唐娃娃亲。小东，这照片，这指控你怎么说？老太君，您大喜之日，本不该污您掩耳。照片不过是断章取义，而那个女人不过是公司新戏试镜的演员。至于暴力打她，清者自清，我没必要去解释什么。至于娃娃亲，我王孝东在此重申，我与林秋月，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未来更不可能有半分关系。林秋月，你以为这就结束？不，这只是你在地狱听到的第一个丧钟，你和你肚子里的脏东西，好好享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吧。王总，林小姐指控您出轨，家暴的话题热度上升很快，虽然大部分是水军在推动，按原计划冷处理，让公关部保持沉默，不回应任何指控。明白。另外，您交代的照片已经准备好了。屏幕上显示着林秋月和韩宇皇的亲密照和恩爱照。很好，现在放出去，走匿名渠道，标题就写申请未婚妻，婚前出轨，控诉未婚夫。是，这样和他营造的受害者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舆论风向很快会分化。舆论只是工具，重点在韩宇皇身上。韩家那边什么动静？韩宇皇的父亲动用了他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和金钱，试图将韩宇皇捞出来。他甚至找到了林秋月的父亲。老王啊，你看这是孩子们不懂事。韩家那边找到我，说只要我们能在某些项目上达成共识，或者两家关系更进一步，
他们就有办法让玉皇那孩子早点出来。毕竟秋月现在怀着孕，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小东，秋月现在怀孕了。爸，林秋月怀孕是她自己的选择，孩子父亲是韩宇皇这个罪犯，跟我跟王家没有任何关系，联姻、利益交换，想都别想，我不会为林秋月的愚蠢和韩家的罪恶买单。小东，你太任性了，这关系到两家几十年的交情和脸面。你妈气得病倒了，你必须交情、脸面，在林秋月跪在寿宴上诬陷我，选择和韩宇皇搞在一起的时候，林家和韩家就已经把这些踩在脚下了。我的态度不会变，你们想缓和，自己想办法，继续盯紧韩家，特别是他们找的那个律师周琛，还有林秋月那边，他不会消停。林秋月戴着帽子和口罩，紧张地环顾四周，对面坐着神色闪烁的论坛版主刘三志。刘三志，我知道你以前在网上发过王孝东的黑料，你肯定也恨他，对不对？刘三志愣了一下，随即将计就计道：林小姐，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拿着，帮我继续发帖，就说王孝东不仅出轨，还有暴力倾向，还包养女人，把他彻底搞臭，让他身败名裂。这现在风口浪尖，不太好操作啊。我知道你跟徐依依关系不一般，我还知道王孝东把徐依依藏起来了，你帮我，这些钱就是你的，你不帮我。他没说完，但威胁意味十足。好，林小姐，我试试看。但王孝东现在势力大，我得小心点。尽快，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真面目。东哥，是我刘三志，他果然找我了。知道了，就是您预料的，想花钱让我继续抹黑您，还拿徐一威胁我。稳住他，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钱你留着，算辛苦费，记住保护好依依。我按您吩咐的，假装答应了。韩家开始捞人了，找了一个叫周琛的狠角色律师，你这边也注意安全。好，我明白。韩家垂死挣扎，林秋月自寻死路。周琛，哥，放马过来，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该清算的人一个都跑不掉。徐依依靠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眼神已恢复一丝清明。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王总，也谢谢你，三志哥。医生说你恢复的不错，可以出院静养。现在你有2条路。第一，我给你一笔足够你重新开始的钱，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换个身份，彻底忘记这里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刘三志闻言欲言又止地看着徐依依，想要说些什么，却始终没说什么。第二，留下，作为关键证人，把你的遭遇告诉警方和法庭，让他为自己犯下的罪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条路会很艰难，你会面对质疑、压力，甚至威胁。徐依依沉默片刻，眼神中的迷茫逐渐被一种冰冷的恨意取代。我选第2条路，我要看着他付出代价。我受够了躲藏和恐惧，我要亲手把他送进他该去的地方。王孝东微微颔首，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好，刘三志，你协助他办理出院，安顿好，安全第一。明白，东哥，你放心。韩父头发凌乱，烦躁地在书桌后踱步。他对面坐着穿着西装的律师周琛。周律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必须把我儿子弄出来。那个什么性侵、结扎报告都是诬陷，是王孝东那个小畜生的阴谋。韩董，稍安勿躁。令公子的事情确实有点棘手，证据链看起来挺完整，舆论也对我们很不利。不过，法律嘛，讲的是程序和漏洞，舆论是可以引导的。你有办法，快说。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突破口，那个关键证人徐依依，他现在是王孝东的人。其次，王孝东本人，他太干净、太强势了，我们需要给他制造麻烦，让他自顾不暇，甚至让他也沾上点腥。最后，舆论高地不能丢，林秋月小姐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是很好的牌。只要能救我儿子，林家那边我去谈，钱不是问题。周律师，全拜托你了。韩董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王孝东，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麻烦。王母坐在沙发上，脸色铁青，旁边还坐着几位面色凝重的家族长辈。这时，王孝东走进来。孝东，你看看现在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王家几十年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龙家寿宴上那场闹剧还不够吗？小东，我们知道你和林家那丫头闹掰了，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她毕竟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现在还怀了孕，这事儿处理不好，就是王林两家共同的丑闻。没错，你妈说的对，现在必须想办法安抚林家，哪怕做样子也好，先稳住局面，保住两家的体面，等风头过了，再慢慢解决娃娃亲的事。孝东，你听着，明天你必须把秋月接回来，至少对外表现出一个和解的态度，不能再让事态恶化下去了。这是为了王家。道歉，接他回来，还要我做样子，这不可能。以你这个逆子，你想气死我吗？哼，王家要面子，那是王家的事。我王孝东不需要靠一个怀了强奸犯孩子的女人来维持所谓的体面，他不配。我的态度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挽回颜面，自己想办法。周琛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着城市夜景，手中端着一杯红酒。他拨通了一个电话。林小姐，是我周琛，方便聊聊吗？关于如何救你的黄黄，以及如何让那个把你和黄黄害得这么惨的人付出代价。我有个计划，需要你的配合。放心，我们会玩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记住，所有上网的地方，特别是女人爱看的渠道，把这些照片和骂王孝东的话给我发，拼命发，要让所有人都觉得王孝东是个欺负女人的混蛋，让警察局那边也感受到压力。王总，周琛放黑料了，网上全是骂您的。找到了，是周琛花钱雇的人在搞鬼，源头藏在外网，但钱是他出的。听我吩咐，现在我们把真的录像放出去。冷静点。原来是这样，剪视频的人太坏了。吴小可和王总都冤。第二招，拆穿假的伤。骗人的，把我们当傻子耍。第三招，说清楚道理。按计划发文章：一，徐一的是证据确凿，必须依法办；二，谁在网上带节奏害人，也得查。龙老太君、管丈东的砸在地上，龙潇潇被吓得一哆嗦。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好姐妹，寿宴上闹得还不够，现在更过分，装受伤、陷害人，跟那种流氓律师混一起，龙家的脸被他丢光了。哼，你太让我失望了。从今天起，慈善的事交给你堂姐管，你去西南分公司仓库当管理员，没叫你不准回来。龙潇潇抬起头，他想说话，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眼里对林秋月最后那点情分彻底碎了，只剩下难堪、痛苦和一片空白。豪华的办公室乱成一团，文件扔得满地都是。周琛背对着站在大玻璃窗前，肩膀气得直抖。窗外是闪亮的城市灯光，照着他像头困兽。周琛慢慢转过来，脸上平时装出来的斯文全没了，只有扭曲的愤怒和失败感。他一把抓起桌上沉甸甸的水晶烟灰缸。王孝东行，你真行，这次算你赢了，咱们没完，看谁笑到最后。徐依依坐在桌前，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异常坚定。他面前放着录音笔和一些文件。警官，我举报韩宇煌，他性侵了我。宝贝儿，乖，失了就没事，敢说出去，老子让你退学，让你全家在城里待不下去。这是他当时给我转账的记录，说是封口费，这里面是君悦酒店那晚的监控，308房，他带别人进去的时间和他骗我说在家陪父母的时间对不上。警官仔细查看证据，表情越来越凝重，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徐依依同志，感谢你的勇气，证据很充分，申请对犯罪嫌疑人韩宇煌正式批捕。最新消息，韩氏集团继承人韩宇煌因涉嫌性侵、教唆自杀、诽谤等多项罪名，证据确凿，已被警方正式批捕，等待审判。韩父手中的茶杯啪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软下去。林秋月突然从人群里尖叫着冲出来：“王孝东，你这个畜生，魔鬼！”他试图扑上去抓挠，被安保人员死死拦住。是你，一定是你伪造证据害黄黄，把他还给我，放他出来，不然我跟你拼命！王孝东脚步丝毫未停，眼神冰冷地扫过林秋月，像看一个陌生人。他直接弯腰坐进车。林小姐，请你冷静，再这样我们报警了。林秋月被拖走时，绝望哭嚎的脸和车后窗内王孝东毫无波澜的侧脸形成强烈对比。林秋月失魂落魄地坐在角落，眼泪止不住的流。一个身影在他对面坐下，周琛递过去一张纸巾，声音低沉带着蛊惑：“林小姐，节哀，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林秋月猛地抬头，像抓住救命稻草。周律师，你有办法救黄黄？周琛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当然，但需要你和林家的配合。”周琛眼神意味深长地扫过林秋月的小腹，尤其是你肚子里的这张王牌。林秋月眼神燃起病态的希望：“你说，只要能救黄黄，我什么都愿意做。”盘古 AI 安全平台全球首发，台下座无虚席，闪光灯不停闪烁。王孝东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下，气场强大。各位，传统安全防护如同被动挨打的盾牌，而盘古大屏幕动态演示，复杂的网络攻击被盘古系统瞬间识别、溯源、自动反击，完美防御。盘古是主动出击的利剑，它能预测威胁，智能防御，让网络攻击无所遁形。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记者们疯狂拍照，业界大佬们纷纷点头。王孝东平静接受着赞誉，眼神深邃。这一刻，他不再是复仇者，而是引领行业的科技新贵。王父王母坐在沙发上看着，表情复杂，有震惊，有骄傲，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舒展。爸妈，周律师有办法救黄黄，他说够了，秋月，韩宇煌已经完了，铁证如山，你清醒一点。
我们现在自身难保。我不信，是王孝东害的。周律师说能救，我就要救黄黄。林父看着女儿疯狂的样子，痛苦的闭上眼。林母的哭声更大了。王孝东旗下盘古科技预估估值已突破100亿美金。林家书房内，周晨悠闲地品着茶，脸上挂着虚伪的假笑。林父脸色灰败，坐在对面。林秋月则紧张又期待地站在周晨旁边，手不自觉地护着小腹。林董、林小姐，现在的情况很明朗了。韩少那边板上钉钉，想翻案难如登天。周晨故意停顿了一下，认真观察着林家父女的反应。周律师，你昨天不是说有办法吗？你说用孩子。周晨抬手制止他，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别急，林小姐，孩子确实是关键。林董，法律上孩子是韩宇皇的亲骨肉，这点无法否认。林父眼神闪烁，声音有些干涩。周律师的意思是？周晨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带着蛊惑。等孩子出生做亲子鉴定，这是铁证。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向法庭证明，韩宇皇虽然犯了错，但他并非毫无人性。他有孩子，他有牵挂，这就是争取减刑的最大筹码。林秋月眼中迸发出狂喜的光芒。对，黄黄他不是坏人，他有孩子。而且林董，韩家虽然倒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还有些残余的关系和人脉。这个孩子让他们继续为林家效力的最好把柄。林父的眼神剧烈挣扎，从绝望到看到一丝扭曲的希望。还有，别忘了林小姐和王家那层娃娃亲。周晨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着林秋月。虽然现在闹僵了，但等孩子生下来，王孝东不认，但未来未必不能操作一二，换点实际的利益。林父沉默了许久，最终艰难地点了下头。好，为了林家，为了孩子，就按周律师说的办吧。谢谢周律师，只要能救黄黄，我什么都听你的。林母站在书房门口，听着里面的对话，捂着脸无声的哭泣，肩膀颤抖。林秋月坐在梳妆台前，手轻轻抚摸着小腹，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疯狂希望和怨恨的扭曲表情。她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宝宝，妈妈是为了救爸爸。王孝东那个恶魔，他害得我们好惨。等爸爸出来，我们一家团聚，妈妈一定要让他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镜子里映出他充满恨意的双眼。刘三志坐在电脑前，屏幕上分屏显示着林家书房外的监控片段，林秋月房间的监听音频波形图。东哥，周琛去了林家，谈了很久。林秋月他魔怔了，完全被周琛利用，还想着用孩子做文章报复你。王孝东站在办公室落地窗前，听着电话里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却冷得像冰。知道了，盯紧周琛和林秋月，尤其是周琛私下接触的所有人，转移的每一笔钱都给我查清楚。他这种人屁股不会干净。明白，已经开始深挖了。王孝东看着窗外繁华的夜景，嘴角勾起一丝冷酷的杀意。他知道周琛这条毒蛇终于露出了獠牙，而目标竟然是他还未出世的侄子或侄女。周琛在一个破旧公寓里对着加密电话，语气恭敬中带着谄媚。老板，林家妇女已经上钩了，林秋月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们的金矿和遥控器。您放心，等孩子落地，韩家那点残渣，林家最后的价值，还有可能从王家刮下来的油水都跑不了。是，我明白，我会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王孝东那边，他以为赢了舆论就完了，好戏才刚开始。周琛挂断电话，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王孝东公司大厦璀璨的灯光，眼中充满了贪婪和毁灭的欲望。吴小可，别给脸不要脸，张总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就陪张总吃顿饭，唱个歌，下部戏你2号就是你的。要是伺候好了，女主角也不是不行。李哥，我真的不行，那种饭局不行。呵，你以为你是谁？靠那点跟王孝东的破绯闻炒起来的热度，告诉你，没有张总的资源捧你，你屁都不是。公司雪藏你分分钟的事，还有别忘了，你那乡下生病的妈还等着你寄钱救命吧。得罪了张总，哼。吴小可眼中充满恐惧和绝望，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发白。经纪人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王总，吴小可的背景调查结果出来了，具体结果呢？非常干净，普通家庭，他本人是艺校毕业，签约星耀后一直跑龙套，直到上次跟您的绯闻才有点关注。只有这些吗？据我们了解，星耀的张总风评极差，专门用资源胁迫新人。吴小姐最近被逼得很紧，甚至拿她母亲威胁。那吴小可有什么潜力吗？我们调阅了她试镜和跑龙套的片段，虽然青涩，但眼神有戏，爆发力不错，是可造之材。王孝东看着屏幕上吴小可投入表演的样子，眼神若有所思。联系他，告诉他东辰娱乐签他，我们会提供最好的表演培训和资源。好的，王总，我马上去办。等一下，另外派人去他老家，把他母亲接到市里最好的疗养院，费用公司出，确保他们安全。吴小可蜷缩在沙发上，眼睛红肿，显然刚哭过。手机来电，是个陌生号码。喂，哪位？吴小姐你好，我是王孝东先生的助理陈峰。王先生了解到你目前的困境，代表东辰娱乐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将为你提供。吴小可听着电话，眼睛越睁越大，从难以置信到充满惊喜和巨大的感激，眼泪再次涌出，
但这次是喜极而泣。真的吗？谢谢王总，谢谢。周琛听着手下的汇报，眉头紧锁。琛哥，那个叫吴小可的小演员被王孝东签了，东辰娱乐已经官宣了，还把他妈接走了。我们的人现在没法下手了。王孝东动作真快，呵，看来这吴小可在他那有点分量。琛哥，要不要再想办法搞点事儿？比如散播点他和王孝东的新绯闻。不急，现在动他，等于直接挑衅王孝东，打草惊蛇。林家那个孩子，还有韩家那点残渣，才是我们现在的金矿。王孝东，我们慢慢玩。通知张总那边，暂时别动吴小可了，别为了条小鱼惊了大鱼。周琛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意识到王孝东的警觉性和反击速度非同一般，因此决定暂时蛰伏，等待更好的时机。吴小可穿着崭新的练功服，在练习舞蹈，他的眼神不再是之前的惶恐，充满了专注和对未来的希望。汗水从他额头滑落，但他脸上带着坚定而感激的笑容。王总，谢谢你给了我新生，这份恩情我吴小可记一辈子。韩复西装革履，在周琛的陪同下，来到在一群纹着纹身、眼神凶狠的汉子中间。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光头男人，他正用一把匕首锯着指甲。豪哥，这位就是韩董。韩董，这位就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豪哥。哼，韩董以前是个人物，现在嘛，呸，落毛的凤凰不如鸡。韩复脸色一阵青白，强压怒气，低声下气：“豪哥，犬子与皇在里面，还请多关照。”敖哥终于抬眼瞥了皮包一眼，手下小弟立刻接过打开，里面是成款的现金，他这才露出一丝满意的狞笑。好说，我豪哥最讲义气。你儿子在里面，我保证他吃好喝好，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不过，豪哥请讲。听说你儿子是被那个姓王的崽子整进去的。王孝东，他爹王叉叉当年可没少断老子财路，这笔账老子一直记着呢。他那块肥肉，老子也想啃一口。豪哥的意思是帮您照顾韩少的同时，也想给王孝东添点堵，比如工地出点小意外，或者让他名声臭一臭。对，周律师是文化人，说话中听。韩董，咱们合作愉快，我帮你照顾儿子，你帮我给王家那小子找点乐子。韩复看着那只手，眼中挣扎片刻，最终一咬牙，紧紧握了上去。为了儿子，他彻底放下了最后的尊严和底线。兄弟们，开工了，去给王大老板的工地热闹热闹。工地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突然，几辆面包车野蛮地冲进工地大门，扬起漫天尘土。都给老子停下！这工地风水不好，冲了我们豪哥的财神爷了。王孝东黑心拖欠工资，用劣质材料，要出人命了！工地一片混乱，工人们惊恐躲避，施工被迫中断。王总，豪哥的人来砸场子了，打人砸东西还造谣。王孝东站在巨大的监控墙前，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工地混乱的画面，他眼神冰冷。按预案执行 ，A 组清场 ，B 组取证。是，王总。就在混混们砸得正欢时，几辆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越野车悄无声息地急速驶入工地，精准地堵住了面包车的退路。十几名穿着统一黑色作战服的安保人员瞬间冲出，他们没有废话，动作干净利落，目标明确。两方人混乱地打斗在一起，很快所有打杂的混混都被制服，按倒在地，动弹不得。东哥，豪哥的老底摸清了。狭窄肮脏的房间内，赌徒们围在简陋的桌子前，眼睛赤红，疯狂地拍桌叫喊，挥舞着钞票。暴力拆迁的血腥现场。还有见不得光的金钱流水，偷税漏税、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证据链齐全。很好，匿名发给市局扫黑办理队长的加密邮箱，把今天工地闹事的完整高清录像也一起打包。明白。王孝东端起咖啡，眼神平静地看着窗外，他知道豪哥这只张牙舞爪的地头蛇蹦跶不了多久了。豪哥正搂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赌桌前兴奋地下注。突然，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豪哥，不好了，条子来了，把场子围了。什么？怎么回事？警察，全部不许动，抱头蹲下。豪哥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和瞬间被控制的场子，面如死灰，手中的筹码哗啦一声洒了一地。林父瘫坐在昂贵的真皮沙发上，面前摊着几张催款单和下滑的股价图，他揉着太阳穴，一脸疲惫绝望。林母坐在一旁默默抹眼泪，林秋月挺着微微显怀的肚子，脸色苍白的靠在椅上。周琛坐在他对面，一脸凝重。林小姐，你看，医生说了，胎儿发育不太理想，你这段时间情绪波动太大，饮食睡眠都不好，对孩子影响很大。不会的，周律师，孩子不能有事，这是救黄黄唯一的希望了。别急，还有机会。我联系了国外最顶尖的产科专家团队，但是费用非常高，初步估算至少需要500万，后续可能还需要追加。500万，周律师，林家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林董，这是救你外孙，
也是救韩少唯一的转机，更是林家未来的希望。秋月，你想想黄黄，想想你们一家3口的未来。林秋月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坚定和偏执。爸，给钱必须给，就算卖房子卖地也要保住孩子，为了黄黄，为了林家。林父看着女儿疯狂的眼神和周琛笃定的样子，再看看那份报告，内心剧烈挣扎。最终，他像战败的小公鸡，颓废的点了点头。好，我给。林秋月躺在检查床上，紧张的看着一位表情淡漠的医生。胎心有点弱，孕妇长期焦虑，营养不良，对胎儿发育肯定有影响。你看，林小姐，专家的话印证了吧？情况比想象的更严峻。医生，请务必用最好的药，钱不是问题。林秋月躺在床上，听着医生和周琛的话，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顾一切的决心。东哥，周琛这招太毒了，利用林秋月肚子里的孩子，疯狂榨取林家最后的资金。林家账上刚转出500万，进了周琛控制的海外空壳账户。王孝东看着屏幕上林父转账的记录和周琛账户的入账信息，眼神冰冷。垂死挣扎，还想吸林家的血，离间计可以开始了。明白，鱼儿已经放出去了。林父独自一人对着电脑上刺眼的赤字和催款邮件，愁容满面。手机突然震动，一个未知号码发来一条彩信。周琛在银行 VIP 室办理业务的背影，一份王孝栋伪造的转账记录截图，上面显示周琛将刚到账的500万中的300万迅速转入了另一个离岸私人账户。林董，小心周琛，他拿你家救命的钱给自己捞好处。查查你刚转的钱还剩多少在他说的医疗账户里。豪哥就是被他当枪使，现在进去了，你猜下一个是谁？林父瞬间瞪大了眼睛，他死死盯着那张转账截图，手指颤抖着登录银行系统查看那笔500万的转账详情。钱确实转入了周琛指定的那个海外账户。林父看着彩信里周琛转走300万的截图，又看看银行流水里钱确实进了周琛控制的账户，再联想到被抓的豪哥，林父的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黑，一股被愚弄、被背叛的滔天怒火直冲头顶。周琛，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周琛正惬意地品着红酒，看着自己海外账户新入账的500万，脸上是得意的笑容。手机响起，显示林董。喂，林董，这么晚打电话给我？周琛，你个王八蛋，你把那500万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赚了300万进你自己的腰包啊？周琛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他眼中闪过一丝惊愕和慌乱，但很快就又强装镇定了下来。林董，你听谁胡说八道？那些钱都在医疗专项账户里，一分没动，是王孝东，一定是王孝东在挑拨离间，他怕我们救出韩少。放屁，豪哥也是被你坑进去的吧？周琛，我告诉你，这事没完，你吞下去的钱，老子让你加倍吐出来。周琛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脸上的镇定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惊疑和暴怒。他狠狠将手中的红酒杯砸向墙壁。王孝东，又是你！他立刻查看自己的海外账户，脸色骤变。妈的，账户怎么被冻结了？林父怒气冲冲地闯进来，将彩信内容摔在林秋月面前。看看你信任的好律师，他在吸我们林家的血。假的，这一定是王孝东伪造的。周律师不会骗我，他是唯一能救黄黄的人。蠢货，到现在还执迷不悟，林家就要被你和你那个姘头彻底毁了。这一晚，父女俩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林母在一旁哭喊着劝架，却无人理会。整个林家别墅笼罩在分崩离析的绝望和混乱之中。林家客厅内一片狼藉，林父像一头暴怒的狮子，胸口剧烈起伏，指着周琛的鼻子，唾沫横飞。周琛，你个阴险小人，骗子！那500万呢？说是不是被你吞了300万？豪哥是不是被你当枪使弄进去的？周琛敏捷的侧身躲过，脸色阴沉，但努力维持着镇定。林董，你冷静点，这是王孝东的离间计，赤裸裸的污蔑。你看，医疗账户的钱一分没少，豪哥是自己作死，关我什么事？林秋月挺着肚子，像护崽的母鸡一样冲到周琛身前，对着父亲尖叫起来。爸，你疯了！周律师是唯一帮我们的人，是王孝东，都是王孝东害的。他伪造证据，挑拨离间，你宁愿信仇人，也不信帮我们的人吗？林父看着女儿不分青红皂白维护周琛的样子，气得浑身发抖。蠢货，蠢货啊！林家迟早毁在你这个恋爱脑手里。你给我滚，立刻滚出林家！那500万，你最好祈祷他真的用在孩子身上，否则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拉你垫背。周琛眼神闪过一丝狠厉，但表面依旧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好，林董，既然你执迷不悟，心甘情愿被王孝东玩弄于股掌，我走。秋月，保重身体，为了孩子，为了黄黄。林秋月看着周琛委屈离开，眼泪汪汪的转头对父亲怒吼：“你赶走了唯一能救黄黄的人，我恨你！”林父看着女儿仇恨的眼神，再看看一片狼藉的家，一股巨大的悲凉和绝望瞬间将他淹没。他踉跄一步，颓然跌坐在沙发上，仿佛瞬间老了10岁。龙潇潇独自坐在茶室角落，脸色憔悴，但眼神清澈了许多。他看到王孝东走进来，立刻站起身，神情复杂。孝东，对不起。王孝东平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示意他继续。
为过去我对你的误解，为我的盲目。林秋月，他彻底疯了。为了韩宇皇那个渣子，他已经六亲不认，连林家最后一点家底都心甘情愿被人骗光。龙潇潇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入盘，轻轻推到王孝东面前。这个可能对你有用。林秋月以前跟我抱怨过周琛的一些事，还有我无意中听到我大伯提过，周琛最近频繁联系一个海外的加密号码，似乎在转移资产。另外，周琛在郊区有个秘密仓库，据说放了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具体地址我写在纸条上了。谢谢。我不是帮你，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他们像疯子一样害人害己。我走了，以后各自安好。王孝东看着龙潇潇离去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 U 盘和纸条，眼神若有所思。林秋月躺在病床上，因为之前情绪激动被送来保胎，此刻他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周琛被赶走后，他感觉世界都崩塌了，只剩下对父亲的怨恨和对王孝东的诅咒。这时，一个穿着护工服、戴着口罩的陌生女人走进来，默默地更换花瓶里的水。离开时，他将一个没有标识的录音笔放在了林秋月的枕头边。林秋月疑惑地拿起那个冰冷的录音笔，他犹豫了一下，按下了播放键。韩少，您消消气，今天兄弟们下手是重了点，但谁让您得罪了猴哥呢？猴哥虽然折了，但规矩还在呀。别打了，求求你们，我知道错了，我给钱，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们。钱，你那点钱早被兄弟们保管了。韩少在这里钱不好使，得认命。豪哥交代了，要好好照顾你，让你长长记性。哥几个也是奉命行事。王孝东、林秋月都是你们害的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啊救命啊！林秋月拿着录音笔的手剧烈颤抖，他的眼睛瞪大到极致，瞳孔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惊恐和绝望。下一秒，他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像疯了一样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发出非人的凄厉到极点的尖叫。啊，黄黄！林秋月死死攥着那个录音笔，像是抓着唯一的救命稻草，整个人蜷缩起来，崩溃的嚎啕大哭。周琛，你在哪？你不是说能保护黄黄吗？骗子，都是骗子！王孝东，我杀了你，杀了你！病房窗外，对面大楼某个不起眼的窗口，王孝东的助理陈峰放下望远镜，对着耳机冷静汇报：目标收到礼物，反应剧烈。痛吗？这还只是开始，好好听听你深爱的人在地狱里呼唤你的声音吧。林秋月。周琛站在昏暗的仓库中央，面前站着两个眼神闪烁、穿着廉价黑夹克的混混张三和李四。周琛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病态的兴奋。计划很简单，目标林秋月，地点明天下午3点，市中心步行街星光广场入口。周琛拿出几张照片，林秋月近期常穿的孕妇装照片以及星光广场入口的详细照片。张三，你负责制造混乱，等林秋月走到这个位置，你就假装被绊倒，狠狠撞向他。记住，动作要猛，看起来要真，但别真伤到他肚子，撞肩膀或者胳膊，把他撞倒就行。明白，琛哥。周琛有看向李四，然后递给他一个小型高清运动相机和一小袋暗红色液体。李四，你的任务最关键，躲在人群里，用这个全程拍，特别是他摔倒的瞬间。还有这个，等他摔倒，人群围上去混乱的时候，你趁乱把这个血撒在他腿边，弄多点，看起来越惨越好。放心，琛哥，保证拍得清清楚楚。事成之后，钱翻倍。记住，拍完立刻撤，东西销毁。要是办砸了，或者嘴巴不严，豪哥的下场你们清楚。主屏幕是林秋月病房外的实时监控，旁边屏幕显示着周琛秘密仓库的外围。东哥，周琛大孙子刚进去不久，带了2个生面孔出来，鬼鬼祟祟。结合潇潇姐之前的情报，这2个是街面上的小混混，专门接脏活。龙潇潇说，周琛在转移资产，林家快被他榨干了。他这是要狗急跳墙，目标肯定是林秋月。已经按您吩咐加强了林秋月周围的所有监控点，尤其是公共场所。安保小组队24小时轮班，随时待命，必对负责您个人的安全升级。记住，我们只监控，只取证，除非他真有生命危险，否则绝不干预，让他自己走完他自己选的路。监控屏幕上，林秋月病房内，他正死死抓着那个录音笔，眼神空洞而绝望，嘴里无声的喃喃着：黄黄。阳光有些刺眼，林秋月在周琛安排的保姆陪同下，神情恍惚地走向广场入口的10吨处。人群中，张三穿着黑夹克，李四背着包，藏着相机混迹其中，两人紧张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开始了。就在林秋月走到10吨旁时，张三哎呀大叫一声，装作被什么绊倒，整个人失去平衡，狠狠地撞向林秋月的侧后方。林秋月本就精神恍惚，脚步虚浮，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力猛撞，啊！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地向旁边栽倒。他倒下的方向正好是10吨旁边一个略高的台阶边缘，他的腰腹重重地磕在了坚硬的水泥棱角上。林秋月的脸瞬间因为剧痛而扭曲，他下意识地捂住肚子，一股钻心的绞痛让他眼前发黑。李四见状，立刻执行计划。他挤进开始围拢的人群，一边大喊：“撞人了，出血了！”然而，就在他刚掏出袋子的瞬间，林秋月身下一滩鲜红的血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散开来，越来越大。李四看着那真实的、
触目惊心的鲜血，吓得手一抖，假血带啪嗒掉在地上，她脸色煞白。血，是真血，她流产了，快叫救护车！现场彻底大乱，人群惊呼，围得水泄不通。张三也吓懵了，趁乱想溜。李四强忍着恐惧，举起相机对着地上林秋月疯狂地按下快门。林秋月在剧痛和巨大的恐慌中，看到了李四拍照的动作，也看到了他慌乱掉落的假血带。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绝望和滔天的恨意。但剧痛让他无法思考，只能发出痛苦的声音。李四拍完几张特写，不敢停留，把相机往包里一塞，和同样吓破胆的张三一起拼命挤出人群，仓皇逃跑。周晨躲在远处一辆车里，看着混乱的场面，他脸上没有计划成功的喜悦，反而是一丝惊愕和狂喜。妈的，假戏真做了，天助我也！东哥意外，林秋月真流产了。周琛拿到了完美的证据。王孝东静静地看着屏幕上林秋月，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复杂，但转瞬即逝，恢复冰冷。所有角度全程高清录像，备份加密。重点：周琛的车，张三李四的行动轨迹。救护车到了吗？到了，正在处理。王孝东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被抬上担架、身下染血的林秋月，转身离开监控室，背影决绝。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林秋月，这地狱是你自己跳进来的，而周琛，你的末日也到了。阴暗的房间内，周琛坐在电脑前，眼中布满了血丝，他手指在键盘上疯狂敲击。所有平台，所有水军，给我上，火力全开，标题要炸。文案就写王孝东因恨生妒，指使手下当街行凶，残害怀孕前未婚妻及其腹中胎儿，意图杀人灭口，掩盖罪行。我要让王孝东的名字24小时内臭遍全国，让警察不得不去请他。无数水军账号开始疯狂转发、评论，带节奏，话题瞬间爆炸，各大平台热搜榜前5被相关话题图榜。不明真相的网友被血腥图片和煽情文字点燃怒火，痛斥王孝东禽兽不如、杀人凶手，要求严惩凶手，还林秋月公道的声浪排山倒海。王孝东站在监控墙前，主屏幕是汹涌的负面舆论风暴，旁边屏幕是警方公关部门不断打来的询问电话提示。此刻陈峰正在接听处理。东哥，周琛动手了，和我们预判的一模一样，话题引爆速度极快。启动盘古舆情防火墙，压制恶意攻击流量，同时开始反击。是。经技术鉴定，此事件为周琛一手策划、自导自演的嫁祸栽赃恶性案件，其目的在于制造舆论、敲诈勒索，并转移其侵吞林家巨额资产的犯罪事实。相关人证、物证已提交警方。完整、清晰、逻辑链无可辩驳的监控录像发布后，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浇入冰水，全网震惊。周琛在据点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被瞬间扑灭，看到自己清晰的脸出现在监控里，他脸上的疯狂和亢奋瞬间化为无尽的恐惧。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警官们看着王孝东提供的完整证据链，表情严肃而愤怒。证据确凿，立刻申请通缉令。周琛涉嫌故意伤害、诬告陷害、敲诈勒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通知机场、海关各路口严密布控，绝不能让这条毒蛇跑了。周琛戴着鸭舌帽，拖着一个小型登机箱，紧张地低头排队，准备通过边境。他不停地看表，额角渗出冷汗。广播正在播报他准备搭乘的航班最后一次登机通知。目标确认，可以行动。几名便衣警察如同猎豹般从两侧瞬间合围，一把扣住周琛的肩膀和手臂。周琛，你被捕了。周琛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像一滩烂泥般瘫软下去。王孝东，林秋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眼神空洞，刚刚经历了身心俱创的手术。此刻病房里的电视开着，正在播放午间新闻。本台最新消息，震惊全市的星光广场孕妇遇袭流产案出现惊天反转。犯罪嫌疑人周琛已于今日在机场试图潜逃时被捕。林秋月的眼睛死死盯着电视屏幕，她看着周琛那张虚伪的脸，看着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设计、被利用，最终导致了亲生骨肉的惨死。周琛，你这个畜生，魔鬼，你还我的孩子！护士和医生冲进来，试图按住他。林父林母冲进病房，看到女儿崩溃的样子，林父瞬间老泪纵横，林母则是直接晕厥过去。林秋月依然歇斯底里的挣扎咒骂，这一刻，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利用价值，也彻底看清了自己被玩弄的愚蠢人生。林父客厅里，电视里还在回放着周琛被捕的新闻。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法院的传票，因周琛案牵连，林家被查出巨额行贿、偷税漏税，资产已被冻结，公司即将被查封。林父的眼神呆滞，没有任何光彩，只有一片死寂的绝望。他手中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那是年幼的林秋月，天真烂漫的笑着。林父一滴浑浊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照片上。曾经气派的林家别墅，此刻大门紧闭，一片死寂。林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木然地看着自己奋斗一生的家。林母在一旁无声垂泪，依靠着丈夫，仿佛一夜间老了20岁。最新消息，林氏集团因卷入周琛案被查出严重财务违法问题，于今日正式宣告破产，其名下所有资产已被法院查封。林父林母在法警的护送下，拖着简单的行李，如同丧家之犬般蹒跚地消失在清晨清冷的街道尽头。阴雨绵绵，肮脏的垃圾堆放一旁。林秋月穿着沾满污渍病号服蜷缩在前进，她眼神涣散，毫无焦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脏兮兮的破布娃娃，仿佛那是她仅剩的遗憾。一只野猫正在翻找垃圾盆里的食物残渣。林秋月在看到后，她猛地扑过去，和野猫争抢半块发霉的面包。林秋月手臂被挠出血痕，却依旧死死抓住那半块面包，塞进嘴里，拼命咀嚼吞咽。雨水混合着泪水和泥污在她脸上冲刷，她一边吞咽，一边对着怀里的破布娃娃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宝宝乖，妈妈找到吃的了，吃了就不冷了。等爸爸出来打死坏人，打死王孝东。街对面巨大的电子广告屏上，正播放着王孝东出席某个高端经济论坛的新闻画面。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与林秋月的惨状形成了残酷的对比。林秋月看到了屏幕上的王孝东，他抓起地上的烂笔，王孝东，我恨你，我恨你！韩宇煌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被2名法警押上被告席。王孝东坐在旁听席第一排，位置十分显眼。被告人韩宇煌犯强奸罪、教唆自杀罪、诽谤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本院依法判决如下：法庭内一片寂静，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判处被告人韩宇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得好！韩宇煌在听到20年的瞬间，他双目赤红如血，猛地挣脱法警的压制，扑向王孝东，却被法警再一次死死摁住。王孝东，20年，我操你妈！是你，都是你害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韩宇煌疯狂地转头，眼睛扫过旁听席，似乎在寻找什么，没找到林秋月，顿时变得更加暴怒。还有林秋月那个蠢货，扫把星，废物！要不是他的野种保不住，老子怎么会这么惨？废物！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王孝东自始至终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平静地看着韩宇煌，如同在看一滩令人作呕的垃圾，又像是在看一个早已注定的微不足道的结局。20年太便宜你了，不过在地狱里腐烂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好好享受吧，韩宇煌。强哥在里面，你是爷，兄弟我栽了，认。但外面还有笔大买卖。哦，你一个废太子，还能有什么买卖？王孝东那个把我搞进来的杂种，他现在风光得很，他的科技公司值几千亿。强哥，你帮我给外面的兄弟递个信，名单上的人是我以前养的死忠，绝对可靠。告诉他们，只要能让王孝东身边的人不好过，特别是那个刘三志，还有他护着的徐一，还有那个小演员吴小可，搞出动静越大越好。等我出去，每人500万美金，先付定金，钱我有办法弄到。行啊，韩少，这活听着有点意思，不过定金1分不能少，敢耍花样，老子让你在里面生不如死！韩宇煌身体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但立刻被更深的疯狂取代。放心，强哥，钱马上到。林秋月蜷缩在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垃圾箱后面，瑟瑟发抖。他身上的病号服早已破烂不堪，沾满污秽。一个喝醉的流浪汉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看到他，眼中露出猥琐的光。嘿嘿，小妞，陪哥玩玩，暖和暖和。滚开！妈的，装什么清高？一个臭要饭的！林秋月痛呼一声，滚倒在泥泞里，污水和泥浆溅了他满头满脸。王总，祝贺盘古科技市值再创新高！您作为最年轻的科技领袖，泥泞中的林秋月艰难地抬起头，涣散的目光在看到广告屏上王孝东那张脸，瞬间，无数画面在他混乱的大脑中闪过。这一刻，所有的痛苦、屈辱、失去、背叛，如同沸腾的岩浆，最终都汇聚成一个字：王孝东。林秋月眼中的迷茫、痛苦、恐惧，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恨意。王孝东，都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我林秋月就算变成鬼，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他猛地从泥水里爬起，不再理会醉汉和垃圾，脚不踉跄，却坚定地冲入雨夜深处。他要去找一个能让他改头换面、复仇的地方。想好了要变成谁，整了可就回不去了。林娜，我要叫林娜，这张脸给我彻底换掉，越陌生越好。钱我会想办法弄到。赵总，王孝东的盘古科技扩张太快了，严重挤压了我们在 AI 安防和云端数据市场的份额。上个季度我们被他抢走了3个关键客户，股价也受到了影响。我知道这个王孝东是条过江龙啊，硬碰硬，现在不是时候，需要另辟蹊径。
我们查到些有意思的。王孝东最近麻烦不断，虽然都解决了，但树敌不少，尤其是韩家那个废物韩宇皇，还有他那个疯了的未婚妻林秋月。哦，详细说说。韩宇皇在牢里还不安分，正花钱找亡命徒想动王孝东身边的人。那个林秋月据说流产后疯了，流落街头，但最近好像消失了。一个在牢里发疯的毒蛇，一个走投无路的复仇女鬼，真是绝妙的棋子。找到那个林秋月，还有想办法和牢里那位韩少搭上线。东哥，刚收到消息，监狱那边韩宇皇最近和几个重刑犯走得很近，特别是那个叫八脸强的，背景很黑，而且林秋月从他常待的那个区域消失了，查不到踪迹。知道了，意料之中，让安保部提升依依和小可的保护等级。另外，查查这个赵天雄，最近他有点太安静了。冰冷的铁桌，隔音玻璃，韩宇皇戴着手铐被带进来，眼神警惕又带着病态期待。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考究西装、戴金丝眼镜、气质精明的陌生男人。韩少，久仰，彼人姓金，是赵天雄先生的特助。赵天雄，天雄科技的赵总，他找我。赵总很关注你的案子，他认为你的遭遇很不公平，王孝东的手段太脏。何止是脏，他毁了我的一切。赵总和王孝东在商场上是竞争对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是吗？赵总可以帮你。帮我？怎么帮？减刑？减刑，运作得当，并非不可能。更重要的是，赵总可以保证你在里面的日子好过很多，没人敢再照顾你。而且赵总愿意出钱照顾你在外面的心愿。你是说动王孝东的人？刘三志、徐依依、吴小可。赵总要的是王孝东的麻烦，越大越好。至于怎么做，韩少你更清楚他的痛处。用这个联系，单向、安全，把你的需求和知道的料告诉赵总。赵总说了，只要你有价值，钱和照顾源源不断，甚至未来提前呼吸外面自由空气，也不是吗？韩宇皇死死盯着那块电子表，手指因激动而颤抖。他猛地抓过来，像抓住救命稻草，眼中燃烧着复仇和交易的疯狂火焰。告诉赵总，这朋友我韩宇皇交定了。王孝东的黑料我知道不少，他的人我也知道怎么动才最痛。赵天雄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品茶，门被推开，心腹带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进来的女人已完全不是林秋月，她有着一头利落的深绿色短发，五官经过精心调整，垫高鼻梁，削尖下颌，开眼角，变得立体而略带异域风情，眼神冷漠锐利，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套装，气场冷冽。她是林娜。林娜小姐，请坐。赵总，开门见山吧，你能给我什么？又想让我做什么？痛快！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我能给你的，一张全新的、无懈可击的身份，足够你挥霍的资源，最好的表演和格斗训练，还有向王孝东复仇的机会。真正的机会，不是街头砸泥巴那种机会。凭你，凭我赵天雄的财力、人脉和对王孝东弱点的了解，我查过你，林秋月，你很了解王孝东，了解他的过去。他的性格，他身边的人，这是你最宝贵的武器。林秋月死了，我是林娜。很好，林娜，我需要你接近王孝东的核心圈，特别是他那个新宠演员吴小可。吴小可正在争取一部大制作的女主角，制片方和我们关系匪浅，我会安排你以投资方代表或新锐制片人的身份介入，取得他的信任，制造矛盾，挖出黑料，或者是一个让他和王孝东都身败名裂的局。取得信任，制造矛盾，这很简单，只要投其所好，再轻轻推一把，我会让他自己跳进火坑。合作愉快，林娜小姐，欢迎加入猎杀游戏。林娜没有举杯，只是冷冷地看着赵天雄，眼神如同淬毒的利刃，目标直指王孝东。刘三志开着车，副驾驶坐着徐依依，两人刚下班，气氛轻松。徐依依笑着在说话：“三志哥，周末我们去新开的那家。”一变陡升，一辆原本正常行驶的破旧无牌的灰色面包车，忽然从右侧车道横弹方向，如同失控般狠狠朝着刘三志的车身拦腰撞来，意图制造致命车祸。依依，抓稳！啊！就在面包车即将撞上的千钧一发之际，一辆黑色厚重的防弹 SUV 如同幽灵般加速切入，精准无比的用自己坚固的车头侧前方狠狠撞在了面包车的车头位置。面包车被猛烈撞击直接顶得偏离方向，车头变形，打着横滑出去，擦着刘三志的车尾险险掠过，撞在路边隔离墩上。黑色 SUV 车门瞬间打开，两名穿着便装的安保人员持枪冲出，一人警戒，一人直扑驾驶室。下车，手抱头。面包车司机被拖出来按倒在地，刘三志惊魂未定，将车停到安全地带下车查看。徐依依脸色惨白，紧紧抓着他的胳膊。刘先生，徐小姐，没事吧？东哥让我们跟着，这家伙交给我们处理，你们先回去。刘三志看着被撞毁的面包车，被按住的司机，坚固的防弹 SUV 和专业的安保人员，心有余悸点头。他看向惊魂未定的徐依依，眼中充满后怕和愤怒。韩宇皇还是赵天雄，这才刚开始。东哥，袭击者是个有前科的小混混，嘴很硬，只说是醉酒驾驶失控，但技术部追踪了他近期的通讯和资金，
指向一个海外加密账户，初步分析和赵天雄有关联。另外，韩宇煌在狱中通过一个特殊加密通道向外发送了大量信息。东哥，他们动手了，目标是依依和我。王晓东坐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有指尖在桌面上规律的敲击，发出冰冷声音。安保等级提到最高，依依和小可身边24小时双人轮换。刘三志，你出行配车配司机，赵天雄、韩宇煌，还有那个消失的林秋月，把他们最近所有的活动轨迹、接触的人、资金的流动给我挖地3尺，查清楚。王晓东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被霓虹点亮的城市，眼中是猎手发现新猎物时的冰冷锋芒。想玩阴的，我奉陪到底，只是这一次代价你们付不起。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原本稳定上扬的盘古科技股价 K 线图突然毫无征兆的断崖式暴跌，红色数字疯狂闪烁。王总，有人大量抛售我们的股票，同时市场上出现大量看空期权，带动散户恐慌性抛盘。东哥，几大科技论坛和财经板块突然爆出大量内幕贴，说我们核心 AI 算法抄袭侵权，云端数据存在严重安全漏洞，用户隐私大规模泄露，都是新注册的小号，但传播速度极快。王总，不好了，海外代工厂那边突然通知，关键芯片供应被不可抗力中断，生产线被迫停工，3个大客户发函要求解释，并威胁取消订单。王晓东站在指挥台前，面对突如其来的3面围攻，眼神冷静如冰。他快速扫过所有屏幕信息，启动女娲应急程序：1. 财务部调用备用金，优先回购恐慌性抛盘，稳住股价，联系长期合作基金，释放利好对冲。2. 公关部技术部立刻发布官方辟谣声明和律师函，开放核心算法部分源代码供权威机构审查，公布最新安全审计报告，启动盘古舆情防火墙，锁定所有造谣 IP 和水军源头。3. 供应链部启动 B 计划供应商，法务部立刻发函质询海外代工厂，追究其违约责任，安抚大客户，提供替代方案和补偿。随着王晓东指令下达，整个公司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高速运转，恐慌情绪被压制，混乱局面开始扭转。哼，赵天雄，这就是你的3板斧，太着急了，破绽露出来了。刘三志和徐依依在安保人员陪同下走向专属车位，气氛紧张。刘先生、徐小姐，请快上车。就在他们接近车辆时，旁边一辆面包车的车门突然拉开，3个蒙面壮汉手持钢管和匕首冲出，目标直扑刘三志和徐依依。动手！警察，放下武器！蒙面人动作一致。电光火石间，停车场承重柱后又闪出2个身影，埋伏的第2波，一人持刀捅向最近的安保 A， 另一人甩出石灰粉试图迷眼。最后一次警告。枪声震慑袭击者，持刀者被安保 A 忍痛一个擒拿反制按倒在地，甩石灰粉的被安保 B 一枪托砸倒，剩下2个见势不妙转身想跑。停车场入口，刺耳警笛声由远及近，预先布控的警察赶到，迅速控制逃跑的2人和地上同伙。刘三志紧紧护着吓坏的徐依依，徐依依手臂在混乱中被擦伤，渗出血迹。刘三志眼中怒火熊熊。报告，B 点遇袭，对方2波共5人，徐小姐轻伤，歹徒已全部制服，请求医疗支援。处理干净，查清背后是谁。依依的伤，我要他们100倍偿还。屏幕上显示分析结果，被锁定的造谣 IP 最终指向海外服务器，但跳板追踪指向天雄科技子公司的机房，中断芯片供应的海外代工厂，其大股东之一是与赵天雄关系密切的离岸公司。袭击者身份和通讯记录被挖出，其中一个手机曾收到加密号码指令，该加密方式与监狱里韩宇煌使用的同源。东哥，所有线索都指向赵天雄，还有韩宇煌那条疯狗。还不够，这些只能证明他参与，不足以一击毙命。盘古对林娜的分析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东哥。虽然他整容非常彻底，但通过 AI 对海量公开影像和行为模式深度比对，林娜走路时习惯性的轻微踮脚频率与林秋月旧影像高度吻合。他在一次私人聚会中无意识摸左耳垂的小动作与林秋月完全一致。最关键的，他某次低声说话时被环境音捕捉到的声纹底噪特征与林秋月留存的电话录音核心频段重合度 99.2%。可以确认，林娜就是林秋月。很好，蛇鼠都聚齐了，盯死赵天雄的所有资金流动，特别是流向灰色地带和境外的，监听那个加密频道。林娜、吴小可那边按计划进行。吴小可穿着优雅礼服，略带紧张坐在沙发上，对面坐着气场冷冽的林娜，以新锐制片人身份出现，旁边是真正的制片方代表。吴小姐，你的灵气和潜力我们非常看好，这部《深海》的女主角非你莫属。是啊，林娜小姐可是力排众议，非常看好你。谢谢林娜姐，我一定全力以赴。为了角色更完美，晚上有个小范围的剧本研讨会，几位重要的投资人和导演都会到场，地点在……这是我的私人 VIP 卡，直接上去就行，穿得漂亮点。吴小可接过卡，眼中满是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技术人员戴着耳机，实时监听吴小可身上的微型通讯器。他去了。
去了，安保 C 组和 D 组已经就位，会所内外都在监控中，房间里的隐藏摄像头和录音设备也已激活。让吴小可自然点，看看林娜到底想演哪一出。吴小可来到套房，里面是小型酒会，几个大腹便便的投资人和导演眼神油腻地打量他。林娜端着酒杯，笑容意味深长。吴小姐，来，先喝一杯，庆祝你拿下深海。谢谢王总，我酒量不好。当女主角不会喝酒怎么行？林娜小姐可是很看好你哦，别扫兴了。小可，喝这个吧，度数低，给几位老板一个面子，以后合作才顺畅。那个张导可是奥斯卡评委的好友。吴小可看着手中果汁，又看周围不怀好意的目光和林娜逼迫的眼神，内心警铃大作。哎呀，对不起，弄脏了，我去下洗手间。林娜看着吴小可逃离背影，眼中闪过一丝阴冷和疑惑。吴小可锁好门，立刻拿出加密手机。东哥，情况不对，是陷阱。林娜逼我喝东西，那些投资人导演手脚不干净。待在洗手间，锁好门，我们的人就在门外，按计划拖住他。明白。林娜走到洗手间外敲门。小可，没事吧？需要帮忙吗？林娜姐，我没事，就是裙子，可能需要点时间处理。小可，别紧张，出来吧，我们好好聊聊。你知道，在这个圈子里，机会稍纵即逝，扭扭捏捏可成不了大器。想想王孝东能给你的和我们能给你的。林娜姐，我只是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王总他从来不会这样逼我的。林娜听到王总和吴小可依赖的口吻，强烈嫉恨冲垮冷静。王孝东，呵，那个冷血无情的伪君子，你以为他真在乎你？他不过是把你当玩物，当棋子，就像他当年对林秋月一样，玩腻了就会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你。监听屏幕上，声纹匹配度99.8%和关键词林秋月触发的红色警报疯狂闪烁。AI 捕捉林娜失控瞬间面部表情与林秋月愤怒微表情高度重合。确认声纹关键词微表情3重锁定，林娜就是林秋月。收网。王孝东的人通过特殊渠道拿到高清照片和口供录音。是赵总让我把韩少的东西带出来的，钱也是赵总给的。这些证据成为压垮赵天雄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娜脸色铁青的从会所走出来，强压下内心的慌乱，还在复盘刚才的失误。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滑到他面前，车窗降下，露出王孝东冰冷如刀锋的脸。他身后隐约可见陈峰和另一名安保的身影。林秋月，3年不见，演技倒是精进了不少，或者该叫你林娜小姐，戏该落幕了。上车。王总，您这是何意？我是制片人林娜，您认错人了，请您放尊重些。他不过是把你当玩物，当棋子，就像他当年对林秋月一样，玩腻了就会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你。需要我再请刑侦总队的声纹鉴定专家当面给你解读一下这份林娜声纹与林秋月历史录音高达99.8%的匹配报告吗？或者看看 AI 对你刚才那个经典摩尔锤动作的微表情分析。林秋月3个字如同3把冰锥刺入林娜心脏，她精心构筑的林娜外壳瞬间粉碎，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脸色惨白如纸，最后的侥幸荡然无存。2名安保迅速上前，一左一右，如同铁钳般稳稳架住几乎瘫软的林娜，不容反抗地将她压入车内。王孝东的刑侦方向首席律师神情严肃，在2名安保人员的陪同下，将几个厚厚的文件盒和存储设备放在刑侦支队长的办公桌上。陈支队长，这是关于赵天雄、林秋月涉及刑事犯罪的关键补充证据。张律师，请具体说明。首先是关于刘三志先生和徐一小姐遇袭案，文件盒内包含停车场袭击案的完整现场监控录像口碑，法医出具的徐一小姐及受伤安保人员的伤情鉴定报告原件，现场遗留凶器上的指纹提取报告及与在案歹徒的比对结果，以及被捕歹徒的完整供词笔录。他们明确指认受雇于天雄科技旗下的黑盾安保公司。其次是昨晚在云顶私人会所发生的涉举陷害未遂事件，这个硬盘里存储着会所目标套房内隐藏摄像头拍摄的完整音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化名李娜的林秋月如何诱骗、逼迫演员吴小可小姐，以及现场几名所谓的投资人和导演对吴小姐意图实施不轨行为的过程。音频自文中捕捉了林秋月情绪失控时亲口说出林秋月本名及对王孝东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关键内容。针对林娜的真实身份，这里是由市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声纹鉴定正式报告。报告结论明确，昨晚会所录音中林娜的声纹与林秋月历史留存的通话录音样本核心频段重合度高达99.8%，
确认为同一人。此外，这份文件袋内包含林秋月在国内外多家整形机构的医疗记录复印件，以及他用以伪造琳娜身份的全套虚假护照、签证、学历证明等证物的清晰复印件及鉴定说明。铁证如山，琳娜就是潜逃并整容的林秋月无疑。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设局害人，伪造身份，罪加一等，立刻行动，绝不能让赵天雄、林秋月这些败类再逍遥法外。通知各组按计划收网。证据确凿，性质极其恶劣，立即向检察长汇报，申请对赵天雄、林秋月的逮捕令，同步申请冻结天雄科技及相关涉案人员所有资产。刑侦支队长看着会所内不堪入目的录像和声纹报告，立刻行动，绝不能让这些败类再逍遥法外。赵天雄正志得意满地听着心腹汇报盘古股价受挫的战果，办公室门被猛地推开，数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经侦人员进入，为首的警官亮出盖有红章的逮捕令。赵天雄现已涉嫌刑法第161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74条敲诈勒索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这是逮捕令，请配合。赵天雄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冻结、扭曲，化为难以置信的震惊和死灰般的绝望。他试图抓起电话，被一名警察迅速制止，手中的金镶玉钢笔啪嗒一声掉在光洁的地板上，摔断了笔尖。赵天雄的心腹金丝雀戴着墨镜，拖着登机箱，即将通过 VIP 通道安检。他频繁看表，就在递出护照和头等舱机票的瞬间，几名便衣警察出现在他身侧。金世明，你涉嫌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协助赵天雄进行非法信息传递和资金转移。这是逮捕令，跟我们走。金丝雀金世明瞬间面无人色，手中昂贵的鳄鱼皮护照夹和机票飘然落地，他被警察利落地戴上手铐带走。王孝东站在指挥中心巨大的屏幕墙前，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球金融市场动态，全为财经快讯滚动播出天雄科技董事长赵天雄被警方逮捕的头条新闻。鲲鹏计划启动，目标天雄科技，杠杆用足。天雄科技股价断崖式直线暴跌，海量做空单汹涌而出，瞬间击穿所有支撑位，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所被迫暂停其交易。屏幕只剩刺眼红色和巨大向下箭头，现场混乱，警力维持秩序。天雄科技玻璃幕墙反射惨淡光，冰冷的审讯灯直射在林秋月苍白的脸上。警察播放会所套房内他蛊惑吴小可、诱导投资人、失态嘶吼林秋月的完整高清录像。技术员展示声纹比对图谱。林秋月，这些证据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设局陷害吴小可是赵天雄指使，还是你个人报复王孝东？林秋月看着屏幕上自己扭曲的脸，听着自己充满嫉恨的声音，看着铁证如山的声纹图谱。哈哈哈，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都是我做的。王孝东，你满意了吗？你又赢了，你总是赢。狱警死死按住林秋月，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也要缠着你，生生世世。赵天雄靠在椅背上，西装皱巴巴，头发凌乱，灰败脸色和颤抖手指暴露恐惧。赵天雄，别再抱幻想了，韩宇煌已经全盘交代，指认你策划袭击和设局陷害，这是你们之间加密通讯的解密记录和资金流水，每一笔都指向你的私人账户。你的白手套金世明也在机场落网，他扛不住多久。你雇佣的袭击者、代工厂的负责人都提供了对你不利的证词，铁证如山，零口供也足以定罪。你的商业帝国完了。赵天雄的目光扫过无法辩驳的证据，特别是金世明被捕照片和韩宇煌认罪笔录，身体像被抽空利器，颓然瘫软在冰冷审讯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瞬间苍老20岁，嘴唇无声地动了动。狭小、黑暗、完全隔音的禁闭室，韩宇煌像困兽般焦躁不安。铁门上小窗被拉开，透进一丝走廊光线。一名狱警站在外面。韩宇煌，通知你2件事：一，你的盟友赵天雄因涉嫌多项严重犯罪，已于今日下午被警方正式逮捕；二，同案嫌疑人林秋月也已落网。你的案子会有后续并案处理，你的外援断了，好好反省。韩宇煌愣在原地，几秒钟后，极致的恐惧和彻底的绝望将他淹没。不啊，王孝东，王孝东，我要杀了你！刺耳的警笛声撕裂清晨的宁静。10几辆警车将天雄科技总部大楼团团围住，武装特警队员动作迅捷，迅速控制所有出入口。佩戴证件的经侦、刑侦人员神情严肃，鱼贯而入。警察办案，所有人留在原位，配合调查，任何干扰执法行为将依法处理。公司内部瞬间陷入巨大恐慌，员工们惊慌失措，键盘敲击声戛然而止，文件散落一地。本台紧急插播：今日清晨，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对天雄科技集团总部进行突击搜查。据警方内部消息，天雄科技董事长赵天雄因涉嫌严重财务造假、侵犯商业秘密、操纵证券市场以及教唆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等多项重罪，已被依法逮捕。公司运营全面停滞，其股票已于开盘前申请紧急停牌。
楼下广场，闻讯赶来的记者们长枪短炮，闪光灯疯狂闪烁。曾经象征着财富与权力的玻璃幕墙大楼，在晨光中反射着冰冷的光，气氛有些凝滞。王父坐在中式主位红木椅上，王母坐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独自前来的王孝东。佣人奉上茶后悄然退下。孝东啊，这次的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公司现在势头很好，股票也涨了，我们都很欣慰。是啊是啊，我儿子就是有本事。以前是妈糊涂，听信了林家那些人的闲话，对你说了些重话，你别往心里去。过去的事不必再提，公司的事我会处理好。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王父王母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欲言又止。曾经他们对王孝东的逼迫和指责，如今在他绝对的实力和冷酷的手段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还有会，先走了，你们保重身体。王父王母看着儿子决绝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脸上的失落、尴尬清晰可见，眼底深处更藏着一抹深深的敬畏。他们知道，这个儿子早已不是他们能掌控或理解的了。所谓的亲情，或许只剩下这流于表面的冰冷的礼节。厚重的防弹玻璃隔开两个世界，王孝东站在一侧，气定神闲；另一侧，韩宇煌被2名强壮狱警押解进来，眼神浑浊，脸上带着心伤，整个人散发着行尸走肉般的死气。看到王孝东时，他瞳孔深处才燃起一丝怨毒的火苗。我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几个消息。韩宇煌死死盯着他，紧抿嘴唇，不吭声。第一，林秋月今天上法庭了，精神崩溃，当庭认罪。韩宇煌身体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眼中怨毒更深，喉咙里发出呵的一声，依旧沉默。第二，林家彻底没了，房子被查封抵债，林父林母听说在乡下租了个破旧小屋，靠微薄的救济金生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赵天雄进去了，他的天雄科技垮了，成了过街老鼠，你最后的靠山没了，你指望的那些拿钱办事的兄弟，树倒猢狲散，你剩下的只有这暗无天日的20年牢狱，每一天都会像现在这样，或者更糟。韩宇煌眼中的怨毒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吞噬，他猛地扑向防弹玻璃，额头狠狠撞在冰冷的玻璃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王孝东，我操你妈！20年，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狱警迅速上前，一人反剪他双臂，一人按住他肩膀，将他死死控制住，粗暴地脱离探视窗口。畜生，不得好死！哭嚎声消失在探视通道尽头。王孝东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西装袖口，仿佛只是掸掉一点灰尘，转身离开。国徽高悬，被告席上，林秋月穿着蓝色囚服，头发凌乱，脸色蜡黄，眼神时而空洞，时而闪烁着疯狂的恨意。他已恢复真实身份。综上所述，被告人林秋月伙同赵天雄、韩宇煌等人多次策划并参与针对王孝东先生及其关联人员的诬告陷害、故意伤害未遂等犯罪活动，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法庭电子屏幕播放关键证据：林娜身份鉴定报告、云顶会所设局陷害吴小可的录音录像片段、林秋月与赵天雄加密通讯的部分解密记录、袭击刘三至徐11事件中林秋月提供信息的部分佐证。被告人林秋月，你对上述指控和证据有何辩解？辩解有什么好辩解的？都是他，王孝东，是他毁了我，毁了我的爱情，毁了我的家庭，毁了我的一切。我做的所有事都是被他逼的，他是罪魁祸首，他才是最该站在这里的人。林秋月语无伦次，时而咒骂王孝东，时而哭喊韩宇煌的名字，时而嘲笑周成和赵天雄的无能，精神明显处于崩溃边缘。2名法警迅速上前，按住他的肩膀维持秩序。王孝东作为证人被传唤，他步伐沉稳地走向证人席，全程无视林秋月的疯狂叫嚣，他的目光平静无波。证人王孝东，请陈述你所知道的事实。法官大人，我与林秋月曾因长辈意愿有过婚约，但早已解除，并无实际关系。其后他与韩宇煌交往，并因其个人选择卷入一系列事件。林秋月女士的所有行为均是其个人意志的选择，并造成了相应的违法后果。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基于事实和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向警方提供其违法证据。我的陈述完毕。林秋月听着王孝东冷静到冷酷的陈述，看着他眼中彻底的漠视，仿佛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他瘫坐在椅子上，不再叫骂，只是神经质的低笑起来。解除婚约，个人选择，哈哈哈，好。在法庭宣布休庭合议前，我认罪。东哥，舆论风向有变，天雄倒得太快，有人质疑我们用了非常手段。这是深度分析，翻出您早年有争议的融资，还有林家不完饭。预料之中，让公关抓牢依法维权、商业竞争、技术创新3条线。林秋月父母疯了，昨天带亲戚局逼死我女的牌子闹事，引来媒体围观。警方以扰乱秩序带走他们，但林父在警局撒泼说我们仗势欺人。告诉安保部加强警戒，林家在靠近立刻报警录像。公关部准备案情通报。王孝东看楼下车流如蚁，眼中无怜悯，只有冰冷算计。林家死缠烂打才刚开始。小可别紧张，东哥安排好了。谢谢依依姐，总觉得有眼睛盯着。吴小可，狐狸精，你害我女儿！拦住，保护演员。我没有。胡说，保安。这是拍摄重地，请离开。王孝东的狗腿子打人了。
吴小可不得好死。手机拍照声四起，吴小可红眼被徐一一护疑。闹剧虽平，但情人被吃的种子已种下。现场视频在八卦论坛流传，标题都在攻击小可抹黑您。我们正在删源。别怕，跳梁小丑而已。这几天在家休息，剧组我去协调。他们怎么能那样说？我什么都没做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林家想拉你下水，恶心我。查安保漏洞，起诉造谣自媒体，关浩发声明谴责。税务局证监会联合调查组提前来了，明早进驻查资金流水。这时间点例行检查，有人想借赵天雄案的东风探我底。我们所有操作都合法。3制通知财务法务内审通宵备战，陈峰亲自接待调查组。林家是癞蛤蟆恶心人，调查组才是真考验。灯光下，王孝东眼神深邃冰冷。赵天雄虽倒，官方的审视，对手的落井下石，林家的纠缠却织成兴亡。窗外霓虹闪烁，城市虎视眈眈。王总，与天雄竞争期间所有资金操作、所有合同经3重罚审，内部审计记录完整，资料按最严标准装订。王孝东手指轻敲桌面，这场公权力审查的硬仗凶险异常。陈总，例行工作请配合。王总要求全力配合。调查组进入监控会议室，资料如士兵列阵。王孝东未出面，是无声宣告。大家看看，王孝东男盗女娼，已报警，请停止违法。林家被拘，但拼接照传遍粉丝圈。不能光删帖，这是要毁小可。小可把自己关防厉害怕，他们找死。法务部听令：1. 对林家提起刑诉顶格索赔；2. 全网发律师函；3. 报案控诽谤罪，用盘古系统锁定 IP， 准备2份声明。盘古强硬公告，吴小可工作室附鉴定报告反击，告诉小可抬起头拿法律武器。王董手段果决，这笔海外信托款需补充说明，是收购 AI 算法公司尾款。张组长和文件夹录深意表情，起身握手，资料很完备。喂，东哥，造谣大 V 删帖道歉了。东哥雷霆手段，看谁还敢！他让我抬头，明天回剧组。林家溃败，调查组暂退，但硝烟未散。张组长的审视网络窥探仍在，他们看到完备，更看到无懈可击。那就看谁是猎人。天眼计划启动，发布会定周1。东哥，天眼已在预设轨道部署，核心模块同步激活，发布会方案初稿刚发您邮箱。林家那边刑诉立案回执拿到了，顶格索赔够他们喝一壶。造谣的几个大 V 也收到律师函，开始删帖。不够，热度要烧回去。发布会提前定在周5。周5太赶了，场地、媒体、安保，就是要快。趁林家被拘，调查组暂退的空档，把天眼砸出去，让所有人的眼睛都给我盯在盘古的未来上。王孝东指尖的雪茄被捏出一道裂痕，他要用一场技术风暴彻底冲散所有污名和窥探。吴小可重回片场，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底一丝强撑的镇定。徐依依寸步不离，警惕扫视四周。场外安保升级。小可，状态 OK， 不行，我们调整场次。导演，我准备好了，该演的戏1分都不会少。吴小可滚出娱乐圈，王孝东包庇罪犯。保安控制，报警，别理，专注镜头。安保迅速扑上，动作利落。吴小可身体微僵，但眼神死死盯住镜头方向，强迫自己进入角色。Action。对，诽谤罪的补充证据链已提交警方，网络水军源头 IP 锁定，正在固定证据链。通稿已发核心媒体，重点强调天眼技术革新意义，弱化关联。小可工作室的澄清声明反响正面。天眼核心演示模块压力测试通过，安全级别提到最高，防渗透。东哥这部险棋成了就是海阔天空，败了。必须成，为了小可，也为了盘古。屏幕倒计时的数字冰冷跳动，王孝东正将整个盘古推向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豪赌。老张，盘古的资料真那么完备？账面、流程、合同确实滴水不漏。王孝东做事很野细，但太完美了，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天眼发布会提前，他在转移视线。风暴中心的平静往往最值得玩味。技术可以惊艳，但资本的流向和人心的散寂总有迹可循。继续看，耐心点。东哥，一切就绪，场内安保3重布控，场外警方联动。林家那几个闹事的还在拘留所。小可那边刚下戏，一一陪着，很安全。舆情暂时被发布会热度压下去了。很好，让那些藏在暗处的眼睛都给我睁大看清楚。感谢各位力援。今天盘古科技将揭开未来之眼——天眼系统。这不是科幻，天眼代表着算力、算法与数据融合的终极进化，它将重新定义。会场角落，几个身影悄然离席。网络直播间，关于吴小可、林家调查组的恶意弹幕被瞬间涌入的天眼牛逼、盘古创新的评论洪流淹没。
我们认知世界的边界。天野的光芒照亮了未来，也照亮了更多蛰伏于暗处的机遇与危机。新的风暴已在光芒中悄然孕育，窗外霓虹闪烁，室内硝烟未散。王孝东立落地窗前捏天野舆情报告，屏幕滚动股价数据与压制词。陈峰、刘三志肃立身后，气氛沉凝。东哥，发布会效果超预期，天野引爆全球科技圈，订单雪片般飞来，林家那点杂音基本被淹没了。调查组下午正式撤了，张组长走时只说了一句：“盘古技术令人印象深刻，但眼神有点深。”深是看到天眼的獠牙，还是嗅到盘古更深的东西？张组长不是来查账的，他是来量我的盘子有多大，水有多深。天眼是护城河，也是导火索。赵天雄倒了，但盯着这块肥肉的饿狼更多了。官方、对手，甚至某些自以为藏得够深的老朋友，启动深网计划第2阶段，给我盯死所有伸向盘古的触手，特别是和赵天雄暗有藕断丝连的尾巴。天眼的光芒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更多潜伏于深渊的阴影。一场更高维度、更隐秘的博弈已在暗流中悄然布局。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证据确凿，鉴于情节恶劣，公诉方拒绝和解，你们面临3年以上刑期。王孝东先生方面已提起附带民事赔偿，金额巨大。赔？让他来拿我的命啊！我女儿被他逼疯，我们家被他毁了，我做鬼也要缠着他，缠死吴小可那个狐狸精。别闹了，没用，认命吧。安静，再闹加重处罚。另外，经精神鉴定初步评估，林秋月精神状态持续恶化，不受审能力，可能转入强制医疗。这消息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他瘫软在地，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呓语，眼神空洞地望向虚空，仿佛那里有他彻底疯魔的女儿。好，疯了都疯了，一起下地狱！王孝东，你跑不掉，你造的孽，有人记着，会有人收拾你。这诅咒般的话语在冰冷的探视室回荡，带着一丝不祥的寒意。林家这滩烂泥已无威胁，但那深入骨髓的恨意，却可能成为他人手中最毒的匕首。东哥派人送来的，说发布会忙，但记着你的深海手印里很漂亮，但他知道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依依姐，发布会他真的没事吗？林家那些话，东哥什么大风浪没见过，林家是秋后的蚂蚱，他让你安心拍戏，外面的事有他。小可姐姐，我们永远支持你，别被坏人影响。拦住他，检查花和信。徐小姐，花里有微型窃听器，姓氏打印的恐吓信，落款林秋月的追随者。果然没完，依依姐，报警，把东西交给警察，告诉东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下一场戏该我上场了。风暴的边缘仍在扫荡，但有些东西已在悄然改变。王孝东在深渊之上执旗，而他的深海明珠也在漩涡中淬炼出属于自己的锋芒。新的暗流正推动着所有角色走向更莫测的棋局。东哥，人像比对结果出来了，只是个拿钱办事的街头混混，上线是境外加密通讯，追到第3层跳板就断了。花店的购买记录也是假身份，手法老练，不留尾巴。深网抓取到一条异常资金流，从赵天雄一个未被完全冻结的离岸壳公司流出，经3个中转，最终注入一个与这个代理人 A 关联的娱乐营销公司账上。时间就在林家夫妇被拘后第2天。饕餮在用赵天雄的残羹剩饭当鱼饵，钓那些不甘心的鱼。林家是明面上的疯子，这个追随者是暗处的毒蛇，目标明确，搅乱视线，激怒我，更想毁了小可。他不是核心，是探路的卒子，动他会惊蛇。既然他们想玩，就送份大礼回去。陈峰把深海项目部分核心技术参数的泄密点巧妙地喂给这个代理人 A， 用那条刚发现的指向赵天雄旧部的资金通道，做得像内部人复仇。东哥，这饵太毒了，万一真被对手拿到。假的，但足以让饕餮阵营内部起疑、猜忌，甚至互相撕咬，盯死这个饵，看谁忍不住来吞。毒饵以下，棋盘上的暗棋开始移动，一场利用对手贪婪与猜忌的致命游戏悄然开局。20年地狱，王孝东，你不得好死！韩宇煌，编号7348，根据上级指令，即日起调往北山重刑犯监狱服刑，立刻执行。我不去北山。王孝东，是你，一定是你要弄死我，放开我！老实点，这是正常调动。北山监狱，传说中重刑犯的炼狱，这道突然的调令是官方的流程，还是黑暗中那只名为饕餮的手已经伸向了这枚废弃的妻子？冰冷的铁门在他身后哐当一声重重关闭，隔绝了所有光线和声音。东哥，饵放出去了，代理人 A 那边有动静，正在接触一个技术掮客，但北山监狱那边传来紧急消息，韩宇煌死了。死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就在转运途中，押送车刚出市区没多久，在高速休息区短暂停靠。狱警交接检查时，发现他倒在车厢里，已经没了呼吸，初步尸检是氰化物中毒，极微量，藏在假牙里，触发式机关，手法极其专业，绝非普通囚犯能做到。北山监狱那边有个副监狱长，是赵天雄当年一个远房表亲提拔上去的，背景很深。
韩宇皇的转运令签发的也很仓促。灭口，饕餮在清理门户，更在向我示威。他知道韩宇皇恨我入骨，用他的死把这笔血债扣在我头上。说，王总，我们追踪到代理人刚收到一份加密文件，正是我们放出的部分深海甲参数，但传输路径被劫持了。对方利用这个而做盗版，反向植入了一个蠕虫，正在高速复制，目标是天眼核心数据库。韩宇皇的死讯和突如其来的网络攻击几乎同时降临，鲁尔被识破并反噬，那只藏在幕后的饕餮终于露出了獠牙，一出手就是致命连环杀招。立刻启动归墟协议，锁死被感染节点，天眼数据库进入最高级物理隔离状态。追踪反向入侵源，不计代价通知刘三志备车去北山监狱。有人想用一条疯狗的命来泼脏水，那就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鱼饵。不行，归墟协议只能减缓感染速度。这蠕虫有姿势一模块，在模仿正常数据流，它在绕开逻辑锁。核心数据库物理隔离已完成，但外围财务和供应链数据节点已经被大面积污染，它在篡改原始凭证。东哥，蠕虫正在伪造3笔涉及海卫收购的异常大额资金流水，指向洗钱和非法转移。一旦被截获，饕餮的反击很大精准，不仅攻击技术核心，更要摧毁盘古的商业信誉，将其拖入法律泥潭。王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关切，但韩宇皇是自杀，证据确凿，氰化物来源正在追查。尸体呢？在里面，但按规定，非直系亲属或办案人员。李狱长，我收到消息，韩宇皇博景处有新鲜约束商与狱警报告的自杀触发假牙姿势不符，另外转运仓促，签发令上的签名似乎和您日常笔记有微妙差异。是你们内部有人急着毁尸灭迹，还是你本人就收了不该收的钱，替人清理门户？你血口喷人，这是污蔑。三志，什么人？我只是来整你。拿下他，搜身，检查他口袋里的东西，还有他手里攥着什么？这绝非偶然。停尸房内的鬼祟身影，韩宇皇尸体上未被报告的伤痕和诡异的笑容，都指向一个更深的阴谋正在这冰冷的死亡之地发酵。东哥，搜到了，小管里是强效生物组织溶解酶残留，这家伙想彻底毁掉尸体上的痕迹，手机正在破解。另外，老韩手里死死攥着一小片柔烂的锡箔纸，上面有用血写的模糊数字和字母组合，像是坐标或密码。王先生，我们发现蠕虫的 Greed 模块在试图连接一个特定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匿名举报端口，它在自动生成举报材料，但它的核心逻辑有个致命漏洞。它需要验证一个来自内部的特定时间戳密钥才能发送，这密钥被伪装成了一段正常心跳监测数据流。时间戳密钥，心跳监测，尸体。韩宇皇转运前做过例行体征监测，数据在哪里？找到了，蠕虫伪造资金流的关键时间点，嵌入了一个异常生理数据包，伪装成服务器心跳，源头指向北山监狱医疗室的临时存储设备。三志，立刻控制北山监狱医疗室，封存所有电子设备，特别是韩宇皇转运前的体征监测记录仪。陈峰，把韩宇皇手里那个密码传过来，让专家比对蠕虫需要的密钥结构。饕餮，你够狠，用死人的心跳数据做攻击密钥，用尸体藏密码栽赃，但你把其下在死人身上，就是最大的破绽。网络与现实的致命线索在尸体的心跳和血血的密码上交汇。王孝东抓住了饕餮精心编织的死亡陷阱中那一丝稍纵即逝的带着尸气的破绽，反击的号角在病毒咆哮和停尸房的冷光中即将吹响。顶不住了，防火墙崩溃倒计时30秒，归墟完全失效。他在重组数据包，准备发送举报信。晚了，伪造的收购凭证和资金流水一旦发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密码传到了，老韩手里攥的是 7A3FE9B1， 重复 7A3FE9B1。收到，比对结构，吻合度 90%， 是密钥的一部分。嵌入时间点，锁定蠕虫伪造的第3笔资金流水时间戳，快！老韩转运前最后10分钟的原始心跳数据流，挠！冰冷的锡箔纸密码，带着韩宇皇死前最后的怨毒，成了逆转绝境的唯一钥匙。北山医疗室数据，原始心跳数据，要死人了！东哥，人赃并获，这砸碎身上搜出溶解酶和加密手机。李副狱长试图阻挠，一并拿下。医疗设备已控制，正在提取数据。三指，快！最后10分钟原始心跳数据流，格式要 RAW， 机房那边命悬一线。数据打包传过去了。你们这是违法！王孝东，你只手遮天，饕餮大人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北山的阴冷铁幕被暴力撕开，肮脏的交易和绝望的嘶吼暴露在强光下，而这场搏命夺来的心跳，正通过网络飞驰向盘古的心脏，试图扑灭那致命的毒火。原始心跳数据收到，过滤干扰，提取对应时间点波形特征，正在与 7A3F19B1 进行动态耦合，耦合成功。生成完整时间戳密钥，
7A3F19B1TS2311010423。密钥注入成功，蠕虫的 Grid 模块停住了，他在验证通过，但他没发送举报信，他在改写自身指令。反制成功，他上当了。我们利用密钥反向劫持了他的验证通道，他在按照我们喂给他的错误指令进行逻辑复写，他在自杀。东哥，蠕虫开始清除他自己伪造的数据污染了，核心数据库安全警报解除，防火墙在自我修复。饕餮大人，很好。三智，撬开李副狱长和他脚下那条狗的嘴。我要知道，这位饕餮大人除了喜欢拿死人的心跳当钥匙，还喜欢躲在哪个老鼠洞里玩这种下三滥的把戏。张组长吗？我是王孝东。北山监狱发生恶性案件，涉及谋杀未遂、毁灭证据及重大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控制。对，有确凿证据指向幕后黑手。我想您和调查组会非常有兴趣。是与密钥逆转乾坤，毒虫自噬消弭于无形，但这仅仅是撕开了饕餮庞大阴影的一角。王孝东的反击迅捷如电，冷酷如冰。他将北山的血案和盘古的危机亲手变成了一枚投向幕后黑手的裹挟着官方力量的致命回旋镖。真正的猎杀才刚刚拉开序幕。你副狱长饕餮大人的右手有多长？够伸进这北山的铁窗里，还是已经搭在盘古的电梯上了？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见我的律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手下销毁证据那位吐得比你想象的干净。溶解酶的序列号，境外特供渠道，你和饕餮联络的中间人代号邮差，负责传递指令。还需要我提醒你，韩宇煌死前10分钟是谁拿着伪造的医疗令调开了值班狱警？诬陷，这是诬陷！你们盘古手眼通天，伪造证据。老韩的心跳就是催你下地狱的葬钟。王孝东一字一句精准地定死了李副狱长参与的每一步。伪造证据的指控在铁一般的事实链条前显得苍白而可笑，窒息的绝望正在审讯室的阴影里弥漫。就在这时，一阵特殊的加密提示音在王孝东的通讯器里响起。东哥，紧急情况，那封伪造举报信，它没有被病毒完全销毁。说清楚。机房报告，蠕虫自毁后，在缓冲区深处发现一个加密休眠信标。分析显示，在核心伪造数据被清除前，它可能已经利用未完全关闭的归墟节点，像水渗沙子一样，把信的影子发送到了某个未知外部路径。确切的说，是信的核心数据包。那几张伪造的交易凭证和高层签字截图，通过一个我们未能预料的冗余路径泄露，发送目标是一个匿名共享云端，路径加密手段极高。我们刚刚才捕捉到残留痕迹，它现在可能已经存在了，只是像定时炸弹一样等待公开指令。共享云端，谁有接收密钥？饕餮。暂时未知，机房正全力溯源和尝试删除，但内云端的防护极其诡异复杂，删除难度可能比攻破盘古防火墙还高。东哥，万一这东西先我们一步被扔到阳光下，本以为彻底浇灭的火星，竟藏在灰烬深处，变成了更阴险的岩石隐性。那性的阴影一旦暴露，足以让盘古陷入舆论风暴和政府彻查的双重泥潭。沉默仅仅持续了一瞬。陈峰，立刻做3件事：一，给张组长再发一份材料，附上所有黑客入侵时间线、匿名转账证据以及饕餮试图栽赃我们的明确意图分析；二，启动最高级别舆论预案，准备好所有自证清白的核心财务原始记录；三，让专家把精力集中到追踪影子信可能的激活路径和公开触发点上，必须抢在对方引爆之前。李副狱长，看来你的饕餮大人不仅喜欢用死人的心跳，还喜欢玩这种不见天日的把戏。你的邮差现在在哪里接单？确认，尸检报告未达预期，防火墙重启过快，病人体征异常解除，盘古已提前介入封锁，预料集中，备用方案已激活，信息的残影如何？成功投放至灰河，节点已锁定目标云端，共享密钥分3组，一组交付触媒，一组流于暗战，一组在你手中。很好，盘古的应对。张明涛介入，内部启动清洗动作，技术团队在追踪灰河路径，方向正确，但深度不够，尚未触及核心控制节点。让他们追着残影跳，袭击未到，攻击触媒，保其静默。李副，这条线废了。明白。下一步指示。等盘古机器把名单清洗出来，送到我们面前，然后让他们亲自点亮那封死亡通缉书。三智，李副没用了，重点撬开那个邮差，人我要活的。是，东哥，您那边去见一个老朋友，归墟的跟被人摸到了，家里需要好好筛一筛沙子。另外，给老孟去个信，就说老地方看齐，他该动动了。恢复的追踪遇到死胡同，饕餮像烟雾般消失无踪。但王孝东嗅到了更深层的阴谋气息，备用方案残影的存在，说明对方对盘古内部结构的渗透远超预期，甚至可能早已埋下更危险的棋子。王总、陈总，灰河路径追查到尽头了，它像章鱼一样触角分散在全球17个废弃节点，最终汇入黑曜石，一个臭名昭著的地下匿名数据坟场。影子信就躺在里面一个深度加密的墓碑里。删除可能性0，
黑曜石的防护机制是分布式自毁型，强行破解或删除尝试超过阈值，它会把里面的数据像烟花一样炸得到处都是，自动公开。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里面是不是只有那封信。更糟的是，我们监测到有未知爬虫在试探性触碰黑曜石的入口防护网，动作非常专业，像是饕餮的人在确认东西是否安放妥当。公开触发条件：根据我们截获的数据包残留信息推测，有2种可能：一个预设的时间点，可能是某个关键节点，比如盘古财报发布日、重要合作签约日；一个外部信号，比如某个特定关键词出现在主流新闻头条，或者盘古内部某个高级别账户发起异常交易指令，被他们监控到。第2条，他们在等我们自己人出问题。陈峰立刻调整归需协议，在核心数据库所有关键操作节点植入最高等级的行为异常监测，任何权限账号的异常指令，无论级别多高，启动即时冻结和溯源，名单包括你我，预设时间点的范围无法精确，但根据蠕虫逻辑的反推，饕餮似乎很看重时机带来的戏剧性冲击。未来7到15天是概率高峰。一个无法拆除的定时炸弹被埋在了黑暗深处，隐性却可能握在盘古自己人手里，或者由对手等待一个最羞辱性的时机来点燃。无形的压力如同实质，挤压着房间的每一寸空气。王先生，你提供的材料很详实，李副狱长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晰，邮差的身份也在追查。北山监狱的蛀虫，我们会依法处理。张组长效率令人钦佩。饕餮这条线呢，一个能渗透监狱高层，精准策划谋杀，并意图栽赃盘古的势力，危害恐怕远超个案。盘古技术尤其天眼，树大招风，商场如战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手并不罕见。目前证据链指向的是赵天雄旧部和境外势力的结合体，动机是报复和利益侵占。至于饕餮，更像是一个临时代号。是吗？那这个代号策划的网络攻击，差点让盘古背上足以致命的黑锅。那份被截获的影子信一旦公开，损害的不只是盘古的商誉。影子信的事，技术部门正在跟进。但王先生，我必须提醒你，在官方结论出来之前，任何关于信内容的猜测和传播都是不负责任的。盘古应该专注于内部风控和商业应对。当然，盘古会全力配合，只是希望张组长也理解，一个能在国家级科技企业核心系统里埋下岩石炸弹的代号，他的能力是否值得更深层次的关注？张组长滴水不漏的态度像一层无形的屏障，他承认案件，承认危害，却将饕餮的威胁局限在商业报复层面，甚至有意淡化影子性的潜在杀伤力。王孝东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官方审慎背后的顾虑，或者某种更深层次的博弈。邮差，你的接头点我们端了3个，你老婆孩子现在很安全，但他们很担心你。你们想怎么样？很简单，饕餮给你的最后一个指令是什么？怎么联系他，或者他？我不知道，我只负责拿东西、放东西，指令是扔在指定垃圾桶，电话是加密的一次性号码，真的。那灰盒呢？影子信的接收密钥，另一部分在哪里？李副狱长只交出了一半。钥匙？什么钥匙？我不知道信的事，我只知道最后一次那人说等风起，就这句等风起。等风起，一个模糊的暗号，却像针一样刺入刘三志的神经。这绝不是无意义的废话，它指向一个特定的触发条件，一个饕餮等待的时机。吴小可还林秋月公道，拒绝霸凌，拒绝资本黑手。吴小姐，对林秋月因抑郁症自杀，你有什么回应？之前片场霸凌传闻是否属实？传闻你背后的金主施压抢走本该属于林秋月的角色，你心虚吗？密集的镜头如同冰冷的枪口对准吴小可。暴雨中，他独自站在车门旁，戏服被淋湿，那张平日清丽的脸在强光下显得异常苍白。他嘴唇紧抿，眼神却迟迟看向那群举着林秋月遗像的抗议者，没有退缩，也没有愤怒。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林秋月的事，她的离开，我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法律会还原真相，恶意造谣和重伤，最终也会付出代价。心虚逃跑，没戳穿了就跑，你和你的金主都跑不掉。吴小姐，法律在调查谁？调查什么？请说清楚。刚才那2个提问的记者，查他们背后的媒体和最近的资金流向，尤其是提到施压金主的。收到，已经在比对声纹和影像数据库。那批抗议者领头的，注册了一个刚成立3天的网络工会，很可疑。另外，学医发来消息，片场内暂时安全，但舆论风向不重要，水势搅浑了，看谁先沉不住气。东哥，时机这么巧，吴小姐片场外爆发针对她的旧闻，这会是饕餮点的火，风起未必只吹一处，盯紧黑曜石，任何一丝流量波动都可能是点火信号。A 组守好1人通道出口，防止人群冲击。B 组在片场外围设观察哨，盯住任何试图闯入的可疑人员，特别是单独行动不举牌只拍照录像的。公关组继续跟平台沟通，暂时不要推霸凌相关话题热搜，重点控评法律合理性发生。收到，徐小姐。小可，外面的情况别担心，按你刚才那样做很好。记住，任何私下接触的采访要求，无论大小媒体，一律拒绝。现在回酒店，哪里也别去，等我来安排。
我明白，依依姐，那些人喊的话，假的，都是被人操控带节奏的枪。秋月的事不是你，也不是他的错，对手急了，所以才用这种下作手段泼脏水。信你自己。等等，我看到个老朋友。徐依依的声音戛然而止，目光如鹰隼般锁定监控中一个不起眼的男人。那人正用手机对着抗议人群和混乱的记者群进行拍摄着。张总，影视城那边突发群体聚集事件，涉及艺人吴小可，矛头指向已故女演员林秋月，存在网络舆情失控风险，是否需要增派警力维持现场，防止踩踏？林秋月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控制现场不要升级，确保公共秩序，以劝导疏散为主，没有暴力行为不要介入过深。调查组有其他任务，事件本身由辖区派出所按常规舆情处置流程跟进，及时汇报即可，注意保护当事人安全。收到，张组。常规流程，对于一个刚立的大案，且王孝东明确暗示其背后可能与饕餮线索有关的关键事件，张组长这近乎回避的态度，在林秋月名字响起时那微不可察的停顿，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荡开一圈隐秘的涟漪。陈总，监测到黑曜石外层防护受到一波高强度的极其隐匿的手法探测，扫描点来自深网中的一个幽灵节点，无法固定位置。他在试探一定自信的墓碑，是不是要强行突破，更像是在检查警戒线是否完好无损。他在观察，看我们是否慌乱，看外界那场雨有没有形成足够的潮汐，传话给所有核心部门。从此刻起，所有系统操作执行4眼核审制度，任何对外数据包发送，无论大小权限，必须有2位主管同时授权。严控风。收到，王总。3股暗流在无形的空间里碰撞交织，都在等待某个足以引发海啸的临界点到来。王总，观察行为停止，黑曜石的静默打破了。他在接收来自林秋月按关联集群的热点推送信号，流量激增。他在调动外部资源，准备激活墓碑里的影子信。林秋月是影视城外的骚动，他们用吴小姐当引信，点燃了公众舆论，热度飙升，这完全符合饕餮设定的外部关键词触发条件。确认，幽灵节点开始向墓碑发送高强度激活指令，解密流程启动倒计时5、4，执行归墟倒影，现在正在注入成功。我们的假死节点嵌入激活指令流，他在复制我们的路径。倒计时停了，指令流开始自我撕裂，他在质疑自己的接收点，我们在让他攻击自己。王孝东的反击并非硬碰硬，而是让盘古系统伪装成一个更美味的攻击目标，引诱对方将激活指令劫持到自己布下的逻辑陷阱里。一场利用对手贪婪本能的自食诱骗，在数字深渊上演。小可，信我吗？现在有个机会，能让外面泼脏水的混账现原形。你敢不敢对着镜头再说几句话？就几句。依依姐，要我怎么做？我敢。不要提林秋月，不要辩驳，就盯着那个领头闹事的工会主席赵麻子。3年前你在北苑影视基地当群头，克扣工资打伤人，被人捅到网上，最后是林秋月看不下去，自己掏钱垫付了受伤群演医药费，你才没被起诉。你忘了吗？现在举着他的遗像喊冤，你的良心呢？钱那么好拿吗？你血口喷，我没拿钱。吴小可在公众面前亮出的一把刀，精准扎进了搅局者最肮脏的旧伤疤。赵麻子的惊慌失措和那句情急之下欲盖弥彰的没拿钱，瞬间让直播间的风向逆转，舆论的漩涡中心从吴小可转向了这个明显受人指使的傀儡头目。封住火势，火烧的最旺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找到风源的时候，对吗，张组长？王孝东，你比想象中难缠一点，但逆转舆情花招救不了你的影子信。指令流虽然被你干扰，但只要核心验证通过，核心验证就是你，张组长，或者说饕餮，或者我该叫你的真名，宋爵，林秋月的心理医生。林秋月病情的核心诊疗记录只有你掌握，却精准的泄露给媒体，成为攻击吴小可的弹药，利用病人隐私达成目的，这很符合你操控人心的习惯。归墟的原始代码在内部泄露，而你的权限能接触到早期架构备份。黑曜石的幽灵扫描路径虽然无法定位，但它绕不过3个本市的核心网络节点，他们的监管日志在系统重启后有个短暂的空窗期，凑巧都连接着你太太名下的慈善基金会数据终端中心。还有最关键一点，所有针对盘古的阴谋最终都绕回林秋月这个名字。他在你手里就诊后病情恶化，他的死是你最大的把柄和工具。操控赵天雄残余对付我，不，赵天雄致死也只是你扔出去转移视线的棋子，你才是躲在警徽和心理咨询师身份背后的饕餮。你查我，你竟敢！我不需要查，你暴露了。当你听到林秋月名字时，那0点几秒的停顿；当你刻意引导警方不去深挖影视城事件；当那份影子信需要触发关键词而不是时间点，因为你需要制造一个完美集合心理操控逻辑的热点爆点。你的目的是毁了盘古，在他最不堪的时候撕碎他，为的什么？为赵天雄复仇，还是为了掩盖林秋月死因里更深的东西？闭嘴！盘古该死，你王孝东更该死。医疗系统改革，狗屁！你们的技术垄断像癌症一样侵蚀一切。林秋月他本不该死，是你们压垮了他，是你们的规则让他绝望。我要让你们也尝尝。陈峰、刘三志。
东哥，拿下！人赃并获，电脑上最后指令发送框还没关，我们赶在他彻底引爆影子信之前，掐断了物理连接。这家伙果然带着饕餮标记的加密密钥芯片。反抗激烈，打晕了，电脑里全是犯罪记录。王孝东的推理在电话中被全盘揭露，不仅撕碎了宋局的伪装，更将对方的理智和精密计划在瞬间击溃。刘三志和陈峰的精准突击，掐断了这场阴谋的最后一根火线。唐王捕蝉，黄雀在后。东哥，宋局的口供在撬了，技术组在彻底清扫饕餮的残余节点，包括黑曜石那边，影子信核心已确认销毁，赵麻子那帮人也全被抓了，正在查背后资金链，舆论已经开始反转。林秋月的诊疗记录、加密备份一份，连同宋局的犯罪证据链，给值得信任的调查组，给他一个真正的交代。明白，吴小姐那边让徐依依护好他，告诉他事情过去了。一场几乎动摇盘古根基的阴谋，一个深藏于警界和心理迷宫中的黑手，在环环相扣的反击中被彻底碾碎。数据战场的硝烟开始散去，但某些人性的伤痕与暗影中的博弈，却永远无法彻底溶解。王孝东的身影映在窗玻璃上，冷峻依旧，却似乎又背负上了一些更深沉的责任。夜空下的城市在真相的雷霆过后，陷入一种短暂而复杂的平静。